风靡全球的游戏宣布停服。当所有人都在疯狂抛售装备回血时，我却卖房贷款去充值游戏。别人都嘲笑我愚蠢，可只有我知道，当游戏真正停服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会发生改变。游戏里小到丧尸，大到魔神的怪物都会降临人间，而那些保留游戏角色的人，都会继承游戏中的能力。前世我因为要面对现实，无奈卖号回血，最终在末日来临时连半天都没活过去。弥留之际时，我拨通最后一通电话，那是给我游戏 CP 苏婉婷打过去的。我希望我们来生还能再见，永别了，婉婷。可就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却发现自己穿越到游戏停服之前，并且此时正在跟游戏情侣苏婉婷通话。苏婉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什么永别了？净说傻话，不就是幻世纪元要关服了吗？大不了我们一起玩别的游戏。再说了，这个游戏还能玩半个月呢。我准备卖号，你呢？我不啊，现在也卖不了多少钱吧。再说了，这里面有我很多的回忆，我是打算玩到关服前最后1秒的。听到他一模一样的回答，我确认自己真的穿越了。见我半天没有说话，苏婉婷带着失望的语气问道：喂，你怎么不说话？不会是真想卖号吧？对于他来说，这个游戏不单单是游戏，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我就是这段回忆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听到我选择卖号，而不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他自然是失望的。前世他也确实因此失望，但是当怪物降临的时候，继承角色能力的苏婉婷还是第一时间来救我。可惜自己连半天都没活过去。一念至此，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但不会卖号，还会和你一起并肩走到最后。而且我们没刷过的副本和没有去过的场景，我都要带你走一遍。真的吗？那就这样说定了哦。说定了。我先睡觉，你也早点睡，明天记得带我哦。甜甜的承诺完后，我便挂断了电话，随后打开游戏论坛，无一例外都是吐槽游戏官方以及出售装备的帖子。我随手一翻，便看到大量出金币的玩家，1亿金币10万就出售。要知道，作为一款世纪网游，里面的金币和现实是1比1挂钩的，而现在都已经跌到1000比1了。但我知道现在还不着急入手，因为后续物价还会暴跌的。我继续往下翻，当我看到一个帖子时，双眼一亮，法神之飓风神杖，满级神器，全服唯一60万爽。刚好自己就是法师职业，刚准备想入手，却突然发现我好像买不起。但犹豫1秒，我就反应过来，明天就去卖房子，反正游戏要入侵现实了，到时候怪物降临，任何高楼大厦在他们面前都是纸糊的。于是我立马找到中介，因为我所住的小区是学区房，所以消息一放出去，很快就有买家联系上了，300万全款，不过要制定合同以及中介费等等事项，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完成交易。但我并不着急，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就是去贷款，到时候怪物降临还还个屁，趁房子还在自己手上，我立即将房主信息以及个人资料填写在各大软件中，很快那些软件都给出了额度，我全部提现出来，大概有100多万，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再次找到一些专门放高利贷的，用房子做抵押，再次得到160万。做完这些后，我给同学张胖子打去电话，在宣布停服前，他本来是幻世纪元游戏里很大的一个职业商人，也凭借着这个让他在2年半时间就积累上千万身家。可这次停服事件让他险些破产。电话接通后，林峰直接说道：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不亏那么多。这么说吧，你能不能弄到10亿金币？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我可以帮你全收。我靠，10亿金币？你认真的？现在大家都在找冤大头接盘，你怎么反而愿意接盘啊？那你就别管了。对了，再帮我收一套法神套装，还有稀有宠物蛋、黄金宠物蛋。你不是还做时装生意吗？现在时装也跌价了，全部都帮我收了。另外，所有的装备强化石有多少要多少，都按市场价来。行，我知道了，你上号吧，我先给你邮金币和宠物蛋过去。几个小时后，我便收到了张胖子邮寄过来的装备，顺便还送了我一些时装，正好可以当礼物送给婉婷。忙完后已经很晚了，当我上线时便看到苏婉婷发来的消息。林峰，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游戏完全没意思了？要是以前，你可不会这么晚才上线的。如果你不想玩了，我不会勉强你的。你想玩别的游戏，我也会和你一起去。相处了2年，虽然一直只在线上，但彼此就像知己一样。听完我浅浅一笑，也不多废话，立马让他打开仓库，并打开语音说道：进队伍，来仓库这边，我给你看些东西。苏婉婷加入队伍来到仓库后，一眼就看到了大量物资，惊讶道：哇，这么多宠物蛋，你还有法神套装了。我今天上线的晚，就是去弄这些东西了。现在物价大跌，以前买不了的东西，现在都能买了。我说了会陪你玩到最后1秒，就要好好玩。等我们的装备都收齐了，有了实力，我就带你下双星湖的副本，一起去天宫地图。你刚才说你帮我也收了装备，不会是月神套吧？是的，我已经让人帮我们去收了。我们现在别的不做，专心把这些宠物蛋合了，应该能合出2个神话级别的蛋。不行，这是我的梦想，不能让你一个人花钱。我这还有些零花钱，都献给你吧。说罢，我就听到手机传来收款提示，打开一看，竟有600万。认识这么久了，我才知道你是一个富婆，零花钱都有600万，这是什么家庭啊？我也没再多说什么，有了婉婷这笔钱，接下来自己就可以干更多的事。
不过想到重生之前，游戏入侵现实后，当时苏婉婷急着来救自己，但是被一只90级的 BOSS 缠住，一个牧师单独对抗90级的 BOSS， 这说明苏婉婷的装备很强，也就是说，就算我没提前给她买，实际上她也会自己去买的。于是我再次给张胖子发去语音消息，继续帮我收宠物蛋，有多少我要多少，收了以后直接帮我合成。张胖子爽快回应，收到，你这是要囤购一波啊？放心，有多少给你收多少。不多时，500多个宠物蛋便到账了，我发给了苏婉婷，然后和她一起不断合成。幻世纪元这款游戏中的宠物是非常强大的战斗伙伴，但需要与主人的职业符合，才能发挥极致作用。想要合成高级宠物蛋，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所以这个游戏里极品宠物才会那么少。10分钟后，苏婉婷在组队频道说道，我和好了，如果是以前合成价值5、600万的东西，我肯定会心跳加速，但我连死亡都经历过，也没有那么容易被触动，直接开弹。随着刺眼的光芒消失，一道怪兽的一语传来，只见一只背后长着一排扇形肉刺的幼齿剑龙出现，这是一种防御极高的宠物，被主人骑乘后会为主人抵挡80%的伤害，虽然相当不错，但却没有达到超凡标准。苏婉婷却满眼欢喜，哇，它好可爱啊，我太喜欢了。幼齿剑龙这种宠物我用不上也看不上，既然苏婉婷喜欢，那给它当坐骑也不错。接着我们继续开弹，很快一颗炫彩弹在眼前绽放光彩，刺眼的光芒让我们又一次闭上眼睛。这个时候，本来人少的仓库来了几个人经过，其中一人说道，老大，快看，有人在开炫彩弹。另一人附和，马上都要停服了，还花这冤枉钱干嘛？说不定是个有钱的主，标记一下。下一刻，我便收到了一个组队申请，但紧接着消息又被撤回。见此，我瞬间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被游戏里的掘金人给盯上了。游戏里没有现实中的法律约束，那些内心阴暗的人会肆无忌惮的杀人抢夺装备，他们自称为掘金人。对于这些人，我没有半点好感，心里暗存，这些掘金人最好别惹我，要不然我一定要追杀他们，把他们的装备全部爆干净。当然，现在我装备还没完全提升，宠物也没增强，肯定不会出主城的。此时绚烂的光芒结束，苏婉婷开出来的宠物出现在二人面前，那竟是朱雀和凤凰的合体朱鸟。看完它的天赋技能，我彻底被震惊了，不愧是神话级别的宠物，不仅有高额爆发伤害，还能涅槃重生。此时队伍里弹出提示，请选择这只宠物的归属。还没等我开口，苏婉婷就直接放弃了朱鸟的所有权，笑着说道，朱鸟是火法系宠物，和你的职业是绝配，你就带着它，以后你负责输出，我就带着我的剑龙宝宝帮你抵挡伤害。见此我没有矫情，选择了接受。下一刻世界公告弹出，恭喜玩家林峰在开启宠物蛋时被幸运之神眷顾，获得神话品质全服唯一的宠物朱鸟。公告一出，原本沉寂的世界频道瞬间炸锅，有人惊叹溜啊，马上官服了还能开出朱鸟，也有人质疑有什么用，最多爽10几天，纯粹浪费钱。因为这款游戏过于真实和划时代，运行时间又久，还是有不少人像苏婉婷一样，哪怕停服也要玩到底。我懒得看世界频道的议论，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没过多久，张胖子又给我发来了一批东西，里面有一套100级的牧师装备，许多强化石，还有符箓以及世纪的配方等等，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付完款后，我把牧师装备交易给苏婉婷，对她说道，等把装备弄完，我们先去刷宝图。我让朋友收了200张，刷完看看能不能出神兽丹或血脉丹，提升战力后就去天宫。苏婉婷欣喜万分，真的吗？去天宫一直是我的梦想，天宫很难进，是幻世纪元最难的副本，以前只有花费上亿的神豪才能刷过，而现在我只花了100多万，就已经拥有了一身神装。随后二人一起传送离开，我本想甩开那些掘金人，没想到他们竟然跟了过来。这时张胖子的私信发来，那把法神之飓风神杖拿下来了，另外还有戒指虚拟，一对储物戒，可容纳1000个物品空间，要不要？我大喜，要，赶紧邮寄过来。这东西不管游戏里还是以后现实中，用处都大得很。忙完这些后，我带着苏婉婷把宝图全部刷完，将刷出的神兽丹全部给朱鸟和幼齿剑龙吃掉。片刻间，他们就进化成堪比70级 BOSS 的神宠。做完这些，我对苏婉婷说，我们去天月城，之所以去那，是因为它属于私人领地，我的打算就是把这座城买下来，游戏入侵时就能拥有一个堡垒。提前让张胖子收购的10亿金币，也在此刻派上了用场。与上一任城主谈妥后，最终以8亿金币成交。拿到城主权限后，我第一时间把苏婉婷设置为副城主。做完这些已经很晚了，把苏婉婷哄睡后，我也长长舒了口气，很快进入梦乡。第二天一早，我被一个电话吵醒，接通后传来陌生男子的声音，你好，是林峰先生吗？我叫白海生，是买你房子的客户。这套房子我本来是想买给我女儿住的，可她从小没离开过家，你那边对她来说又是陌生城市，所以我希望你先不要搬走，继续住在那，帮我照顾一下女儿。想到自己正好没找别的住处，我立马答应，没问题，但心里不禁疑惑，这么放心把女儿交给我，莫非她长相巨丑？我没想到的是，白海生挂断电话后，他的女儿白淑仪立马跑到苏婉婷面前欢呼，万事俱备了婉婷，等明天我就给林峰一个大惊喜。挂断电话后，我没多想便再次睡去，可没睡多久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我不耐烦的说道，外卖我已经拿到了，可能是送错了。作为宅男，我家除了送外卖的，很少有人来敲门，结果回应的是一道女生，请问这是林峰的家吗？我叫白淑仪，是白海生的女儿。我瞬间懵逼，不是说明天才来吗？一看时间，晚上10点，好家伙，半夜就来了。随后我打开门，映入眼帘的并不是什么恐龙，反而一位大美女，黑长直发型，精致五官，还有一副韩漫身材。白淑仪见我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不禁有些生气，
气，心里嘀咕，苏婉婷竟然因为这样的人都不和我一起玩游戏了。我回过神来，立马让她进屋，笑着问道，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的？自己开车吗？白淑仪一边打量房子一边回应，对啊，自己开过来的。我眼睛一亮，能一口价买下300万房子的家庭，车子肯定不错，这可是能抵押换钱的财产，现在钱越多越好。正盘算着，白淑仪突然问道，幻世纪元这游戏你还在玩吗？对，不仅玩，还要玩到官服最后一秒，真巧，我也是这么打算的。说到游戏，我俩瞬间有了共同话题，尴尬感一扫而空。白淑仪笑着说，我是100级女战士，将来会向女武神转世。我笑了笑，既然还玩，要不要和我们一起下副本？新出的副本我有把握拿手杀，奖励很丰厚。白淑仪不屑地打量着我，游戏都要官服了，奖励还有什么意思？随后她突然问道，林峰，你真不记得我了？游戏里的小鸟依人。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好家伙，你就是小鸟依人，我终于想起来了。刚进幻世纪元时，我还是新手小白，组队副本中遇到了苏婉婷，当时队伍里还有一个女角色就是小鸟依人，她和苏婉婷一起玩到50级，后来小鸟依人成了高氪玩家，喜欢打架，一次和小帮派闹矛盾后，为了不连累我和苏婉婷，她主动离开了小队，加入了雪飘千里公会，听说后来还混成了长老。我本以为她现实中是个小女生，没想到真人一点都不小，只能说游戏 ID 不可信。随后我和白淑仪打闹了一会就回房休息了，我俩之前在游戏里当过队友，经常拌嘴，现在相处也没什么膈应的。但我突然想到，以她和苏婉婷的关系，我卖房的事情苏婉婷岂不是早就知道了？于是连忙给苏婉婷发去消息，你都知道了。约莫10分钟后，苏婉婷回复，刚在洗澡，书一到你那了，怎么样？这样一位大美女，是不是很开心很惊喜？我连忙回应，惊吓还差不多，难怪你今天下线时欲言又止，原来早就知道我的事了。苏婉婷很快回复，要不然呢？知道你为了我的梦想连房子都卖了，当时觉得你好傻，但我很喜欢。后面还跟了一个害羞的表情，我打趣道，所以你才毫不犹豫把小金库都给我呀？看到苏婉婷的回复，我彻底松了口气，然后和她愉快的聊了起来。尽管只是游戏里的 CP，从未见面，但好几年的日夜陪伴，早已让我们和现实中的恋人无异。我对她说，现实中的房子卖了以后可以再赚，甚至以后结婚了，我给你买更大更好的。眼下我就想让你开心，陪着你走到游戏最后。我知道游戏停服你心里不好受，只是没表现出来。一番话让苏婉婷感动不已，虽然是画大饼，可女孩子就吃这一套，更何况我都卖房陪她玩游戏了。她回复，怎么办？彻底被你暖到了。聊了一会，我表示要睡觉了，苏婉婷却幸福的睡不着，拉着白淑仪聊天，还把我卖房陪她玩游戏的事情说了。对于常人来说，卖房子玩一款即将停服的游戏是很荒唐的行为，但对于不差钱的小女生来说，这无疑很浪漫，处处透露着真爱。连一向对男人无感的白淑仪都忍不住说，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以后婉婷你就彻底不需要我了，语气里带着几分酸酸的味道。然而和苏婉婷结束聊天后，白淑仪立马点开一个聊天框，对方备注赫然是会长大人。白淑仪，会长，我查到了，林峰并不是知道什么内幕，他之所以巨资投入游戏，就是因为他游戏里的 CP， 我那个好姐妹舍不得这款游戏，想在最后时间走遍游戏每个地方。会长辛苦你了，淑仪，最好多向他套套话，有消息及时告诉我。白淑仪，放心会长，我先睡觉了。随后他关掉手机，开了几个小时车的他早已疲惫，倒头就睡。另一边的我却睡不着了，因为明天幻世纪元就会发布公告，彻底坐实停服的消息，到时候物价会跌到最低，我必须赶紧利用白淑仪的豪车再搞一笔钱，而且不能让别人发现我的意图，毕竟这一路操作下来，我肯定已经被游戏里一些人暗中盯住了。上午8点，阳光洒进客厅，林峰刚把早点推到室友白淑仪面前，官网内一则让全球玩家窒息的死刑公告便准时弹了出来。公告内容极尽无赖，官方宣称游戏核心星辰之石来自外太空，如今能量耗尽，他们不仅拿不出任何形式的补偿，还花了个5年内研发蓝星版的大补，这无异于宣告玩家手里的账号和神装彻底成了一文不值的垃圾。官网和论坛瞬间炸了，受不了打击的玩家们发起了决绝的毁号行动，砸碎神兵，焚烧材料，想以此向官方抗议。可在重生的林峰眼中，这些被遗弃的数据在半个月后就是保命的神器，现在正是收割的最佳时机。林峰立刻拨通了发小张春林的电话，此时金价已经崩盘，1亿金币竟然只要1000块钱。林峰压下狂喜，冷声吩咐张胖子，给我收，先来1000亿金币，有多少要多少，所有的顶级手工材料，奇珍异宝，全部压到最低价打包。面对张春林对内幕消息的死命追问，林峰只是淡淡的忠告，没有内幕，但如果你信我，就守住自己的号，多囤点保命的东西。挂掉电话，林峰看着满屏的谩骂与毁号视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林峰挂断了张春林的电话，一抬头发现白淑仪正死死地盯着他，刚才那番疯狂扫货千万，有多少要多少的话，显然已经一字不漏地落入了他的耳朵。此时的林峰很清楚，自己的反常举动已经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意，尤其是眼前这位雪飘千里公会的长老。白淑仪虽然和林峰是旧识，还是苏婉婷在现实中的好闺蜜，但她实在无法理解林峰的逻辑。一个正常的男人怎么会在游戏宣判死刑的当天，不惜卖房借贷，也要往一个即将消失的虚幻世界里砸钱？在他眼里，林峰不是疯了，就是被某种偏执烧坏了脑子。他直视着林峰的眼睛，语气里带着几分严肃和不解。林峰，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搞什么违法的勾当？还是说，你为了满足苏婉婷在游戏里的那点回忆，打算把自己的一辈子都赔进去？林峰并没有解释，只是随口撒了个谎，说自己在赌官方最后会迫于压力给予玩家补偿。这种借口漏洞百出，白淑仪压根不信，但看着林峰那副决绝的神色，他竟动了一丝恻隐之心。如果你真的赔得倾家荡产，以后连饭都吃不上。白淑仪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看在曾经并肩作战的份上，我也能管你一口吃的。他甚至承诺，如果林峰真的走投无路，他可以回苏家帮他借钱周
准。林峰心中微微一颤，他看着眼前这位一起的御姐，心里却在暗想，傻姑娘，半个月后，这些钱连一张擦屁股的纸都不如，唯有我现在囤积的每一块材料，才是我们在末世活下去的入场券。打发走了一律重重的白书意，我重新回到了电脑前。虽然现实中的物资收割已经交给张春林去办，但在幻世纪元内部，我还有一项更烧钱也更疯狂的计划。我直奔主城的招募大厅，那里站着4个一直被全服玩家冷落的顶级 NPC： 锻造大师段柱天、炼丹大师耀玲珑、阵法大师魁山、缝纫大师林巧巧。在幻世纪元的世界里，这4位是副职业的天花板，可因为招募条件极其苛刻，不仅需要海量的金币，还要消耗无数珍稀材料，甚至在官服公告出来前，都没有哪个工会愿意供养这4个吞金兽。现在游戏都要关服了，大家都在忙着遣散 NPC 回血，在普通玩家眼里，这4个人不过是即将被抹除的高级代码，是彻头彻尾的垃圾数据。但我林峰很清楚，半个月后，这些 NPC 将是我在末世立足的根本。段柱天能打造神兵，耀玲珑能炼制起死回生的神弹，有了他们，我的天悦城就拥有了蓝星唯一的顶级工业体系。我不带一丝犹豫，直接划赚了整整5亿金币，签下了他们的终身契约。系统全服公告瞬间刷屏，恭喜玩家林峰成功招募4大影视宗师，世界频道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便爆发了疯狂的嘲讽，林峰是不是钱多烧的？5亿买几个带不走的 NPC， 这是打算给游戏陪葬吗？笑死我了！我看着满的咒骂与讥讽，内心却毫无波澜。张春林的动作比我想象中还要快，短短几个小时，第一批100亿金币已经划入了我的账户。此时的幻世纪元交易行满屏都是绝望的跳楼价，平日里珍稀难求的深海秘密赤炎晶晶，现在堆得像路边的垃圾一样，无人问津。我给张春林下达了死命令，收不仅是金币，所有的顶级手工材料、兽魂、奇珍异宝，有多少吃多少。电话那头的张春林手都在抖，他怎么也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往一个必死无疑的坑里砸1000万现金。林峰，你跟我透个底，是不是官方其实在暗中搞数据继承？要不然你这么搞，明天咱们就得一起去天桥底下睡纸箱了。我听着他试探的语气，心中有些感慨。作为从小到大的哥们，我确实想救他，但他能信多少，全看他的造化。我并没有说出末世降临的真相，只是语气平静的告诉他，没有内幕，但我建议你把你自己的账号也搞一搞，尽量多留点高等级药剂和保命的顺回蓝瓶，相信我，这比你银行卡里的数字要有意义的多。张春林沉默了很久，最终咬牙回了一个好字，挂掉电话。我看着背包里迅速填满的顶级资源，心中那座天悦城的蓝图终于清晰了起来。现在的玩家们只顾着嘲笑我这个接盘侠，却不知道当半个月后位面重叠，这些被他们弃之如敝履的材料，将会成为新世界里唯一能兑换生命的硬通货。手里握着张春林扫来的100亿物资，我带着4大宗师回到了天悦城。现在万事俱备，是时候让我的法神套装迎来真正的蜕变了。在幻世纪元里，装备强化就是个无底洞，加12以后每升1级，成功率都低得让人发指，一旦失败，装备直接报废。这也是为什么全服都没几个人敢冲击高强化的原因。但我有锻造大师段柱天坐镇，再加上我从前世带回来的电子强化秘密，随着铁针上火花四溅，系统提示音开始像机关枪一样疯狂刷屏，加13成功，加15成功，金色的光芒几乎要刺瞎路人的眼。当最后一枚永恒水晶碎裂，一道暗金色的雷霆划过天际，全服第一套加18的法神装正式诞生。我点开属性面板看了一眼，饶是重生的我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法术攻击力直接飙升到了78000，移动速度快到能在原地留下残影。这种数值已经彻底打破了游戏的平衡，什么顶级玩家、金牌工会，在我面前不过是随手一挥就能清空的尘埃。苏婉婷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她甚至有些担心地问我，林峰，你把属性叠这么高，系统不会把你当成外挂封号吧？我淡淡一笑，揉了揉他的头，放心吧，现在的运营公司自顾不暇，根本没人管。更何况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在游戏里称王称霸，而是要在半个月后怪物降临时，拥有能在这地狱般的末世里守护你的绝对武力。现在神装已成，该去南天门拿回那个属于我的手中奖励了。半个小时后，此时南天门副本内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林峰和朱鸟配合输出，剑龙在前方勉强抵住压力，而苏婉婷作为牧师，手中的治疗圣光几乎一刻未停，她是全队不被团灭的唯一保证。林峰冷静地指挥着苏婉婷，巨猿将军一次最多拉2头，绝不能超过3头，因为这些精英怪拥有类似猴子拔毛的诡异技能，一旦受到大面积高额伤害，就会瞬间召唤海量的巨猿战将。虽然林峰现在神装加身，但如果陷入无休止的惯常，50分钟的手工实现可就悬了。10分钟后，风暴立场与焚天之地效果消失，此时地上的巨猿尸体已经堆积成山，林峰和苏婉婷的等级也双双冲上了102级，战场上仍剩下3000只小怪，没了大范围控场技能，效率直线下降。林峰当机立断，先清理精英怪，剩下的12头巨猿将军成了各个击破的目标。剑龙稳稳拉住仇恨，林峰衔接风刃与风沙焰打出致盲效果，5秒钟内疯狂倾泻了13万输出，配合猪鸟的火焰连珠直接将其带走。跑图10分钟，所有精英怪清理完毕，地图中央终于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咆哮，那是副本的最终爆发。封号斗神的巨猿王，随着他的怒吼，残存的小怪仿佛陷入狂热，完全无视林峰的攻击，疯狂向大王靠拢。苏婉婷有些担忧，巨猿王攻击力高达68000，剑龙恐怕扛不住啊。林峰眼神坚毅，扛不住也得扛，实在不行我亲自顶上去。战斗在第35分钟全面爆发，风暴立场再度覆盖中央战场，林峰和猪鸟的输出如暴雨般砸向巨猿王。当巨猿王血量降至70时，他狂暴地挥出一拳，高达10余米的躯体仿佛崩裂了大地，一道阵地波袭来，林峰的血量瞬间蒸发40，全队进入了最危险的生存空隙。巨猿王那撼天动地的一拳，直接将整个战场的节奏捶碎。看着
着自己只剩不到一半的血条，林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斗神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这种无差别全屏结位伤害，在现阶段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婉婷，别管我，先保剑龙！林峰大吼一声。此时苏婉婷的额头已经渗出了细汗，手中的法杖几乎挥出了残影。剑龙作为前排，承受了巨猿王最正面的怒火，血条像漏水一样哗哗往下掉。哪怕苏婉婷的奶量惊人，但在这种程度的摧残下，剑龙那尾超凡的防御力也显得摇摇欲坠。巨猿王的血量持续下滑，50、30，他每掉一节血，就会疯狂咆哮着召唤出成百上千的巨猿战将。整个中央战场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猴群填满，战况惨烈到了极点。就在巨猿王血量跌破20，进入最终狂暴状态时，他那如山岳般的双拳高高举起，目标直指挡在最前面的朱鸟和剑龙。轰！巨响过后，尘土漫天，首当其冲的剑龙发出一声哀鸣，庞大的身躯化作白光消失在原地。他被强行打回了宠物空间，而朱鸟更惨，在高额的物理粉碎伤害下，他的血条瞬间清空，整个身体由于极度的高温直接炸裂成一团暗红色的火球。朱鸟！苏婉婷发出一声惊呼，眼眶瞬间红了。周围看戏的玩家若是见到这一幕，恐怕会觉得林峰的手通之梦彻底碎了。但林峰的嘴角却在这一刻勾起了一抹冷峻的弧度，因为这正是他等待的机会。在漫天的灰烬中，一团拳头大小、晶莹剔透的红弹在烈焰中心浮现，疯狂吸收着周围的火元素。系统提示音如惊雷般响起，检测到神兽血脉。朱鸟触发隐藏技涅槃，刹那间，一股恐怖的威压席卷全场。原本破碎的火球猛然扩张，一只比先前大上1倍，浑身燃烧着纯金羽翼的新生朱鸟破壳而出，属性全满，伤害3倍，法术加成直接冲破8万大关。涅槃后的朱鸟发出一声清脆的凤鸣，一口金色的真火喷涌而出，将围攻的小怪瞬间气化，直接轰击在巨猿王的胸口。林峰也没闲着，他双眼布满血丝，趁着 BOSS 被涅槃淫威震慑的瞬间，将全身法力灌注在法杖之上。最后一记加强版的锋刃连弹带着破空声贯穿了巨猿王的胸口。随着一声不甘的怒吼，这个自封斗神的庞然大物轰然倒下。全服公告准时响起，恭喜玩家林中晨曦、梦里瑶光组成的队伍以43分52秒的成绩荣登南天门首通副本1，获得100倍经验值奖励。林峰长舒一口气，看着自己飙升到113级的等级，他知道这仅仅是他在这个末世前夕建立绝对统治权的第一步。而林峰和苏婉婷在南天门副本里搞 CP 刷怪时，苍穹组成的复活点却炸开了锅。一名叫林小雅的美女小主播正委屈的发泄吐槽，她刚升到30级就遭遇了绝经者洗劫，连花钱请的代练都被抢光了装备。而此时那几个名为诡异、精神变态、猎人的劫匪正蹲在天月城外，本想偷袭林峰，却因为林峰迟迟不出本，只能转头去扫图欺负新人，赚点每天200-300块的辛苦钱。副本内，林峰根本没把这些跳梁小丑放在眼里，他正带着苏婉婷利用副本机制疯狂刷级。巨猿将军会不断召唤战将，这简直是天然的练习场。2个小时的高强度刷怪，林峰和苏婉婷的等级狂飙到了115级，朱鸟和剑龙更是顶到了120级。满载出本后，两人下线吃午饭。林峰在下线前回天月城又下了1000套手工装的订单，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极品9星装备可遇不可求，但可以通过海量的手工装抽取暖属性4条，再利用张春林收购的天宫水晶转移到垃圾9星装备上，亲手批量制造神装。客厅里，室友白淑仪转达了会长雪沫的谈话请求。午饭由林峰掌勺，多年孤儿生活的历练让他手艺极佳。白淑仪边吃边调侃，婉婷以后有口福了。饭后，林峰上线加了雪沫的好友，这位第一女会长情商极高，不仅没有以势压人，还询问林峰对游戏赔偿的看法。林峰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保留账号。最终，雪沫不仅同意白淑仪加入林峰的小队，甚至自己也主动申请入队。林峰对此表示欢迎。此时，邮箱里传来了张春林的大礼包，1000颗天宫水晶标价8万块，100个炫彩宠物蛋标价10万块。林峰眼都不眨，直接支付了130万。张春林发来消息吐槽，叶腾龙还在班级群里嘲笑林峰，气得他直接退群认林峰当大哥。林峰笑了笑，吩咐他继续压低价格横扫市场。面对那100个炫彩蛋，林峰并没有打算放生，他在城主府招募了大批驯兽师，准备将这些宠物全部养起来。他要在游戏入侵现实前，组建一支足以横扫一切的宠兽战团。在幻世纪元中，玩家基础能出战3只宠物，若通过御兽诀提升精神属性，甚至能操控上百只。更关键的是，宠物附体后最高能为人物提供45%的全属性增幅。林峰在天月城豪掷6000万金币圈出灵兽基地，招募了30名顶尖驯兽师，并开启了疯狂的开弹模式，100颗炫彩蛋一口气全部砸开。虽然没出神话，却开出了6只神奇和4只史诗宠物。林峰将完美品质的宠物存入基地培育，并为每只宠物进行了认主。随后，他精心挑选了3只史诗级宠物送给苏婉婷，包括肉盾、战士和法师职业，彻底补齐了苏婉婷单刷输出不足的短板。而林峰自己则选择了2只保命与控制兼具的神宠，一只是偏向控制与高法攻的雪女，拥有冰封保命和负面状态免疫天赋；另一只是拥有恐怖移速和隐匿能力的刺客宠物飞天鼠。附体后能让林峰这个风法真正化身为风一样的男子。搞定宠物后，林峰开始鉴定那2000套100级手工装备。大半个小时的忙活，运气爆发开出了8件9星手工名片。虽然属性不尽如人意，但林峰利用天宫水晶抽满属性4条，亲手为苏婉婷打造了属性、特性全部拉满的红月腰带与祭祀披风，治疗效果直接提升30%，瞬间让苏婉婷达成牧师毕业。林峰也为自己量身定制了风行腰带和狂想披风，在全部强化至+18并穿戴后，林峰的115级属性面板堪称恐怖，魔法攻击高达79000，移速冲到了34.2码每秒。
所有技能等级在装备加持下达到13级，这种数据即便是对比活法也毫不逊色。这时苏婉婷重新上线，林峰将顶级神装和宝宝交给她，两人准备继续挖图代宠升级。苏婉婷轻声请求，带他们到100级后，能不能带我去天宫逛逛？林峰宠溺答应。然而惊喜总是出现在不经意间，在挖掘500张极品宝图的过程中，除了10个永恒水晶，林峰竟然挖到了一张破碎的斩神阵法残印，这可是能困死天神的9级护城大阵。林峰深知此物的战略价值，第一时间联系张春林，下达死命令，不惜代价收购剩下的残印。他隐约感觉到这座斩神阵或许将成为未来天月城最强的杀手锏。结束了一天的开荒，林峰正打算下线休息，房门被敲响，室友白淑仪提出想让林峰明天陪她去学校熟悉环境。在白淑仪看来，这只是室友间再正常不过的互助，毕竟他还曾答应借钱给林峰。然而重生的林峰心中只有冷笑。读书，在这个热武器都挡不住80级黑龙，科技文明即将被异界魔物撕碎的末世前夕，去学校纯属浪费生命。他深知只有游戏里的魔法才能对抗即将到来的灾厄。于是林峰当着白淑仪的面，直接找班导请了3天的长假，并放言要去学校，也是等游戏入侵之后再去。第二天一早，4月16号，距离末世降临仅剩12天。林峰清点了一下家底，天月城内堆满了100个仓库的极品资源，90多只高阶宠物，以及天月骑士、战士、法师3大 NPC 军团。可以说他在游戏里的备战已真化境。接下来的目标只有一件事，通关新副本，拿满宠物装备。林峰上线后，直接进入了柳苏婉婷的队伍。此时队内也有雪墨和小鸟伊人、白淑仪。等候多时，就在等最后一人张春林上线时，林峰才从对方口中得知，现实中的班级群已经闹翻了天。班导在群里点名批评林峰长期旷课，而老对手叶腾龙更是借机疯狂嘲讽，甚至威胁要向教务处举报。林峰本想一笑置之，却发现平时唯唯诺诺的 IT 男张春林，此刻在群里化身战神，一个人舌战群雄。面对叶腾龙用地头蛇哥哥发出的武力威胁，张春林不仅没怂，反而直接硬刚，你有道上的哥哥，老子有3000水军，惹急了现在就送你们兄弟上全国头条。看着张春林为了维护自己不惜得罪龙海市最大的地头蛇，林峰心中一暖。这个发小哪怕在自己濒临破产时也没收过林峰1分钱高价，现在又如此讲义气，确实是个值得托付后辈的朋友。至于叶腾龙，林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在他记忆中，叶腾龙是第一批卖号逃离游戏的胆小鬼。等到12天后位面重叠，这些所谓的地头蛇和富二代，在掌握超凡之力的林峰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不一会儿，张春林上线，5人小队集结完毕，目标直指天宫新副本。新推出的副本名为《天宫之乱》，背景宏大，讲述了天宫没落的过程。这副本融合了东西方玄幻，既有南天门、12神殿，又交织着个怀鬼胎的神权体系。这一次，原本在南天门副本中就被轮番击杀的巨猿王再次登场，升级到了120级，拥有200万血量，攻击力足以秒杀林峰。除此之外，还有炎魔、9头蛇等11个魔头联手围攻，场面极其震撼。5人小队集结完毕，会长雪墨提议先打普通难度体验一下，林峰没有异议，毕竟普通难度手通也有至尊宝盒奖励。此时的小队配置堪称全服顶尖，第一风法林峰，第一牧师苏婉婷，全服第3战士白淑仪、小鸟伊人以及隐藏职业元素师雪墨。只有发小张春林稍微拉胯，作为骑士，他的一身9星手工装加起来不到100万，但在林峰和神兽猪鸟的恐怖输出面前，这都不是问题。普通难度一路平推，猪鸟不仅展现了极高的灵智，更贡献了全队26%的输出，这让白淑仪深受打击。作为一个顶级战士，输出竟然还不如一只宠物，他当即放下狠话，要收1万个炫彩蛋，开个更强的神兽出来。尽管张春林感慨现在网红消耗毁耗严重，市场低迷，但白淑仪和苏婉婷的心态倒也纯粹，只想玩个痛快。随后，小队开启了困难难度，林峰火力全开，带队加速推进。就在大家忙着清小怪时，白淑仪竟然真的开始一边刷本一边开弹。半小时后，就在120级巨猿王面前，一道神光骤然降临，白淑仪竟然真的开出了神话级宠物天狗。看到天狗的属性，全队都沸腾了。SS 家的综合评价，物理攻击成长极高，更有不屈斗志、远古血脉和疯狂吞噬3大逆天技能，每掉1%血量就能增加攻防，还自带50%血量上限提升和30%吸血效果，简直就是为了近战武神量身定制的无敌斗拳。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白淑仪看到神兽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嫌弃，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她对狗有着心理阴影，甚至宁愿要猫也不想要天狗。林峰打趣说要用飞天鼠换，结果又引来了白淑仪更凄惨的叫声，因为她也怕老鼠。虽然闹了点笑话，但随着2场手通拿下，林峰手里已经攥着2个至尊宝盒了。看着白淑仪的好运，雪墨也心动了。他推测由于大量网红消耗毁弹，现在开弹出神兽的概率大增。林峰带着美滋滋的心情宣布，继续，今天我们要刷满8个至尊宝盒，凑齐宠物神装。谁能想到，原本步步惊心的顶级副本，竟然成了这支小队的开弹现场。在林峰的带领下，众人轻松横扫困难，噩梦级难度，手里积攒的至尊宝盒也越来越多。张春林也眼热的加入了开弹大军，但运气这东西显然不站在他这边，开了50个只出一个传奇，心疼的直呼再也不花了。倒是雪墨和白淑仪这2位富婆，趁着官服前道具跌到跳楼价，又疯狂邮寄了几千颗炫彩蛋继续推。此时的幻世纪元物资消耗速度惊人，全服玩家都在疯狂倾泻积攒了20年的家底，这反而把开出高阶宠物的概率堆上了一个新高度。别开了，地狱难度，打起精神来！林峰一声令下，小队踏入了最恐怖的关卡。地狱级的天宫之乱透着诡异，前11关的魔
头在肉身被灭后，竟然化作灵魂形态逃向最终地图。白淑仪和雪墨都感到纳闷，难道这难度注定杀不死冠羽？林峰却从中嗅到了转机，这或许是120集后开启的新玩法。在最终王座前，剧情大戏上演，巨猿王竟凶残地吞噬了其他11魔头的灵魂，血量瞬间暴涨至惊人的300万。变身百米巨猿的他犹如金刚在世，一记普通攻击就打掉了张春林5万血量。这种无视防御的恐怖输出，让众人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关键时刻，林峰展现了重生的先知本色，他指挥众人别拉仇恨，别放控制。所有人迅速找一个巨大的王座站上去，只准放输出技能，牧师连奶都别奶。白淑仪虽然一脸懵逼，但还是照做了。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由于王座触发了程序本，身形巨大的巨猿王竟然无法锁定王座上的目标，只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5座王座间反复徘徊。在 bug 的加持下，300万血的 boss 成了活靶。随着巨猿王轰然倒地，全服公告疯狂刷屏，林峰小队不仅拿下了首通，还获得了极其珍贵的稀有职业宝盒。更让全服玩家炸裂的是，系统紧接着宣布120级灵魂修炼系统开启，声望系统上线，世界频道彻底沸腾了。有人怒骂策划在官服前开新坑，也有人爆料林峰为了玩游戏竟然抵押了房子。面对满屏的嘲讽与不解，林峰看着即将升到120级的经验条，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已经放弃希望的时刻，唯有他知道，这所谓的灵魂修炼，正是未来应对末日入侵的真正资本。林峰这次彻底出名了，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幻世纪元里有多牛，而是因为他成了全网口中的头号大冤种。在游戏宣布永久停服且毫无补偿的情况下，林峰卖掉房产，借款几百万冲进游戏的迷之操作被同学爆料，瞬间点燃了舆论。一时间，林峰成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常客，无数 UP 主发视频嘲讽他，有人说他败光父母虎须精，有人叫他网游最大怨种，甚至还有人杜撰他从小偷看寡妇系统。网上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林峰被贴上了脑残、智障、大冤种的标签。然而，流量为王的时代，黑红也是红。林峰接连收到了各种采访邀约，学校宣传部的校花想婷婷想采访他，龙海电视台当代少年栏目组想请他录节目，快银官方甚至开出80万签约金邀请他入驻。面对脑黄金这种讽刺他脑子有病的带货邀请，林峰直接挂断，但他接受了电视台和快银总部的专栏合同。班级群里此时已经炸了锅，原本各种阴阳怪气嘲讽林峰的叶腾龙等人，在得知林峰不仅要上电视，还要进京参加节目后，极度的直发酸。而暗恋蒋悠悠、蒋婷婷之妹的发小张春林，也因为林峰的关系得到了校花蒋婷婷的采访邀约，兴奋的直喊林峰为亲哥。苏婉婷在电话里充满了担忧，她以为林峰是因为缺钱才答应去当猴子给全国观众围观，甚至想找家里拿钱帮他。林峰心中一暖，安慰他自己只是想去讲讲心路历程，并承诺每天都会上线陪他看风景。挂掉电话后，林峰开始构思节目内容。他深知末日危机即将降临，但他无法直接说出重生的秘密，于是打算以做了一场预知梦为借口，利用全国直播的机会向民众甚至军方发出最后的预警。同时，他再次叮嘱张春林，游戏里的收购绝对不能停，物价再跌也要扫货，尤其是那张斩神阵法产业，哪怕出10倍高价也要拿下。对于林峰来说，这些物资就是他应对未来巨变的终极资本。周三，当代少年栏目录制的日子到了，林峰作为全网头号大冤种，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样穷困潦倒，反而气定神闲地坐上了室友白淑仪的私家车。出门前，发小张春林打来电话汇报工作，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工作室抛售的至尊宝盒。林峰眼神一亮，这可是产出极品宠物装备的核心物资。面对对方每只1000块的死价，林峰展现了商人的冷酷，600一个，有多少要多少，告诉他们爱卖不卖，不然就砸手里等官服。他深知这笔交易不仅是囤货，更是未来拉拢那些打金精英的敲门砖。白淑仪看着林峰疯狂砸钱，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有内幕。林峰只是打个哈哈，并没有透露重生的秘密。车子刚出小区，就被叶腾龙和他的地头蛇哥哥叶腾虎拦住了。叶腾龙狐假虎威，叫嚣着让林峰立刻还钱。面对纹身满布的叶腾虎，林峰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推开白淑仪递来的电棍，孤身下车对阵。林峰一眼看穿了局势，叶腾龙是嫉妒他黑红的热度想找茬，而叶腾虎则是担心他这个名人赖账。林峰直接无视了叫嚣的叶腾龙，只是叶腾虎抛出了终极诱惑，虎哥，说好的3个月还款，我1个月就还你，而且额外多给你100万，是听你弟弟的找我麻烦，还是多赚这100万，你自己选。在利益面前，心情显得不堪一击。叶腾虎没有犹豫太久，当场要求林峰补写一张300万的借条。林峰不仅照办，还指桑骂槐的讽刺叶腾龙是挡道的狗。当叶腾龙气急败坏想动手时，叶腾虎为了保住自己的财神爷，反手就是一个耳光抽在亲弟弟脸上，硬生生逼着叶腾龙给林峰鞠躬道歉，喊了一声峰哥。看着叶腾龙屈辱的样子，林峰面无表情的坐车离去。在这场人性的博弈中，他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而此时的他距离那个向全国观众发出末日预言的演播厅只剩下半个小时的车程。面对叶家兄弟那张300万的欠条，林峰签的毫不犹豫。白淑仪在车上很是不解，就为了那一巴掌，你真要多还100万？林峰却笑了，他心里清楚，这笔钱叶家兄弟1分都拿不到，因为等他从京城回来，世界就将巨变，两个连游戏能力都没继承的凡人，注定会成为怪物的口粮。这欠条到时不过是一张废纸。在前往电视台的路上，林峰建议白淑仪尽快回家陪父母。他深知游戏入侵现实不仅是灾难，更有一种洗涤身体的神奇能量，能让百病消散，断肢重生。而此时，幻世纪元更新的灵魂修炼系统更是重中之重。这个系统彻底改变了游戏的底层逻辑，玩家可以用灵魂能量维持饱食度，彻底摆脱饥饿值。随之而来的新货币灵魂水晶取代了金币，成为最珍贵的消耗品。从普通到炫彩，兑换比例高的金元，一块炫彩水晶甚至要
要1亿金币。林峰深知其价值，他立即命令张春林利用当下10万比1的汇率，疯狂扫荡全服金币。他的目标是储备上万块炫彩水晶，这种财富规模足以买下游戏里的几个小国家。随后，林峰踏入龙海电视台录制《当代少年》，录制过程并不顺畅。林峰公然在节目中喊话龙国军方，要求他们进驻游戏布局。导演被他的大胆言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甚至一度暂停录制。林峰却异常坚定，万一我的梦是真的呢？反正你们加上免责声明，出事我负责。最终，导演选择了妥协。节目录制完成。4月22日，龙海市候机大厅，距离游戏入侵只剩最后5天。林峰戴上头盔，利用候机时间上线。此时的他凭借炫彩水晶的加持，灵魂修炼等级已稳居全服第一，不仅开出了3套宠物神装，法术攻击力更是直接突破了10万大关。最让林峰惊喜的是地狱级本掉落的隐藏职业证明——天行者。这是一个极其全能且难度极高的职业，转职后不仅能近战厮杀，更能远程施法，真正做到了战场上的无拘无束。面对手中的隐藏职业证明，我陷入了深深的犹豫。转职成为天行者，意味着我将告别职业套装，只能穿自己打造的手工装。但这个职业的成长属性简直逆天，4维属性评价全在 S 级以上，尤其是敏捷系数高达0.05，整整是风法职业的5倍。这意味着一旦转职，我将拥有极致的速度与物法双修的全能战力。这时，苏婉婷也上线了。这次副本奖励共有2份，我毫不犹豫地将另一份目视隐藏职业证明光明神念者交给了他。苏婉婷转职后，意外触发了一个 SSS 级难度任务，拯救光明圣女一族。我扫了一眼任务奖励，顿时惊呆了，不仅奖励一件唯一的神话级武器光明圣女权杖，更重要的是拥有它就能号令游戏中的光明圣女族群。我心里很清楚，等游戏入侵现实，这就等于让苏婉婷直接拥有了一支绝对忠诚的超凡军团。我当即决定，等忙完这阵子，一定要陪她把这个任务拿下。临登机前往京城前，张春林给我打来电话，语气狂喜。他不仅在暗恋女神蒋悠悠面前找回了自信，更在市场上扫到了一批120级的高级鉴定符。他发来的截图让我彻底坚定了转职的决心。120级的手工装不仅属性强悍，还破天荒的多出了技能槽和宝石位。我立刻下令，不惜代价，砸锅卖铁也要横扫全服宝石。当我坐上飞往京城的航班时，我并不知道龙海电视台因为怕担责，已经把我的录像资料提前上报给了军方。在一处秘密基地里，机要人员正反复研究着我的预言。虽然大部分人觉得游戏入侵现实是天方夜谭，但老将军柳泉却有着不一样的魄力。他深知那块作为游戏载体的星辰之石来历神秘，科技领先蓝星数百年，花不了多少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柳将军最终拍板，决定拨出一笔微不足道的经费，安排各地驻军派出一个加强连进入幻世纪元建立账号。如果此时我能看到这一幕，一定会惊讶地发现，这位威严的柳泉将军，其眉宇之间竟然与我的游戏 CP 苏婉婷有几分神似。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在现实与虚幻的交界处疯狂转动。京城快音总部，我开启了人生中第一次网络直播采访。凭借全网头号大冤种的离奇热度，直播间刚开播人数就突破了10万。坐在我对面的主持人是拥有3000万粉丝的网红，萝莉不是萝莉，在滤镜和浓妆的包裹下，她显得甜美可人，但我却目不斜视，内心毫无波动。面对她关于为何卖房砸千万玩停服游戏的尖锐提问，我坦然回答，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梦。为了应对即将巨变的世界，我甚至在直播间语出惊人，我那套花了100多万买的法神套，现在要卖300万，信的人自然会买。此言一出，弹幕瞬间爆炸，满屏都是嘲讽我是币圈忽悠、不当人子的谩骂。快音官方见我热度封顶，立刻安排我尝试带货，他们显然没安好心，塞给我的都是一些高利润、低质量的产品，想把我当成一次性消耗品榨干价值。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心理压力根本不存在，因为我知道，由于巨变降临，这些买家根本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而我急需这笔资金在游戏里完成最后的物资收割。2天的疯狂带货，我硬生生斩获了800万的利润。而就在此时，雪墨竟然给我打来电话，他真的要花300万买下那套法神套。他笑着说，这不仅是情怀，更是对朋友的支持。消息传回直播间，再次引发了网络大地震，黑子们气急败坏，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世界比小说还要魔幻。4月26日晚，我带着充足的资金回到了龙海市的家中，距离游戏入侵现实只剩下最后24小时了。我第一时间戴上头盔进入游戏，120级神级手工装的打造，我的天行者转职以及苏婉婷那个 SSS 级隐藏任务都必须在这一天内完成。窗外现实世界的霓虹依旧璀璨，而我已经在游戏舱内握紧了武器，静候那一刻的降临。为了打造出最极致的9星手工装备，我几乎耗尽了所有的材料储备，不仅发动了张春林的工作室在各大主城疯狂下单，还向白树一借了600万，加上我带货赚的钱，将市场上所有的金币一扫而空，整整10万套120级手工装备的订单排满了明天上午，这是我最后的豪赌。4月27日早晨，我刚睁眼就察觉到了不对劲，龙海市这个靠近赤道的海滨城市竟然大雪纷飞，推开窗，黑云压城，冷风如刀，新闻里全是反常气候，鹰将遭遇超级海啸，小日子全境下起拳头大的冰雹。更诡异的是，全球军舰被冻结在海面，所有导弹一夜之间全部成了哑炮，科学正在崩塌，神话即将降临。我立刻登录游戏，邮箱里塞满了张春林寄来的60万件装备，10万套手工，只出了不到5套9星极品。我屏住呼吸，利用天宫水晶疯狂洗练，20分钟后，全服唯一一套120
120级神话级手工装终于出炉，我毫不犹豫地完成了天行者转职这个无法双修的隐藏职业。在神装加持下，数据极其恐怖，尤其是我的神话武器天机，不仅提升了所有技能等级，还镶嵌了宝石技能嗜血，而腰带上那个名为禁咒时间奇迹的技能更是堪称版，能瞬间重置所有技能冷却。现在的我属性面板只能用怪物来形容，法攻和物攻双双突破6、8万。最离谱的是移动速度，在敏捷系数和装备特性的叠加下，达到了惊人的234码每秒，这意味着我1秒钟就能冲出200多米，比高速行驶的赛车还要快上1倍。我点开了刚学满的技能超级滑铲，看着那句速度每超过100码，伤害增加30的描述，露出了冰冷的笑意。现在的我，即便是最普通的一记滑铲，爆发出的双重伤害也足以让任何对手绝望。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仿佛在为旧文明送行，而我已经武装到了牙齿。静候明天正午，那道撕裂苍穹的裂缝开启，转职成为天行者后，我盯着技能面板看了半天，总觉得这职业的画风有点不对劲，这简直就是一个加强版的超级老六。除了那些偷袭和控制技能，像附魔半月斩这种纯伤害大招，竟然也带有速度越快伤害越高的恐怖加成。但这还不是最变态的，天行者的真正核心在于它能学习大多数职业的禁咒。我在城主府仓库里翻出了张春林帮我收来的技能书，精心挑选了2个禁咒，一个是星能爆杀，这绝对是单体输出的噩梦，它能把伤害延后结算并叠加星爆、层数，最后引爆时造成双倍纯粹伤害。这意味着即便对方是个血牛，在我叠加了30层星爆后，最后那一下引爆也足以让他当场人间蒸发。另一个是七星巨能，这原本是刺客的逃生神技，能连续瞬移7次，每次500码且附带无敌状态。对于无法双修的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喂养，更是致命的反复横跳输出。此时我的装备评分已经甩开第2名雪墨18000分，但这还不够。我发现游戏里突然上线了一个评分总榜，只有前100名有分值，我作为榜首拿到了满分100。我深知这个榜单决定了游戏入侵现实后我们能继承多少能力，以及装备属性是否会被削弱。苏婉婷上线后，我立刻把打造好的120级神话手工套交易给她，看着她全身光芒流转，评分冲到了总榜第2，我才松了口气。接着我拉上张春林、雪墨和白舒怡，准备带苏婉婷去完成那个唯一的 SSS 级任务，拯救光明圣女一族。队伍语音里气氛异常凝重，雪墨声音颤抖着说，他那边北方正在下巨大的冰雹，已经砸死人了。我冷静地告诉他们，你们没发现吗？这种极端天气在游戏里再寻常不过，去翻墙看看外网的新闻吧，你们会发现我直播时说的那个梦正在变成现实。一时间频道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在疯狂刷新外网新闻，看着那些导弹失灵、卫星失控、大海啸淹没城市的画面，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留给旧世界的时间不多了。虽然听不懂，但我感觉跟着老大走准没错。张春林一边憨憨地喊着，一边疯狂砸钱冲自己的总榜评分。我带着小队踏上了前往光明神殿的最后征程。4月27日，这是文明最后的余晖，而我们将在这余晖中夺取最后的力量。距离游戏关服只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全世界的极端天气愈发疯狂。但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抢在停服前帮苏婉婷完成那个唯一的 SSS 级任务。这个任务的奖励不仅是神话武器，更是圣女一族的绝对效忠。此时的评分总榜上，我依然以100分高居榜首，这不仅是荣誉，更是明天100继承能力的保障。张春林也在我的督促下疯狂提升到了93分，万事俱备，我们小队5人踏入了任务地点流放之地。这地方简直是人间地狱，荒草败瓦，大蠕动，刚落脚地底就钻出一只巨大的丝地虫，那直径3米的血盆大口喷着腐臭液体，恶心的白舒怡差点当场吐出来。为了速战速决，我直接开启禁咒7星巨能，在那怪物身前身后疯狂瞬移反复横跳，硬生生把这只150级的普通怪给晃晕，最后化成了经验。在小圣女的指引下，我们在枯树洞里见到了圣女族的幸存者，这群有着金色长发的女人向苏婉婷齐齐跪下，尊称她为神念者。原来他们被天神囚禁在此，沦为150级野外 BOSS 地龙王的口粮。圣女族体质特殊，只要有圣果就能诞下纯女性后代。这流放之地竟躲藏着上万名圣女，这意味着一旦任务成功，苏婉婷将拥有一支万人的超凡军团。但要带走他们，必须杀掉地龙王。这怪物的本体高达100米，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散之狂掉。面对漫天喷洒的腐臭毒液，我让张春林加急邮寄了5套戴口罩的忍者士装，强行隔绝异味，这才全副武装的冲杀出去。老子这辈子第一次后悔玩骑士。张春林闭着眼冲上去拉仇恨，我火力全开，速度在急行状态下飙升至400码，附魔半月斩带着2道恐怖的伤害数字直接灌在棒头上，一个22万，一个11万。我敏锐地发现这怪法防极高，物防偏低。我一边利用天行者鬼魅的速度躲避不易，一边在他后方疯狂输出星能爆杀标记，强化闷棍偷袭。整整1分钟，我围着这头肉山叠满了30层星爆，随即猛然引爆，轰！地龙王的血条瞬间蒸发了100万，整整1/3的血量没了。BOSS 发出绝望的嘶吼，竟然张开大嘴，从喉咙里疯狂爬出密密麻麻的小丝地虫，企图用虫海战术淹没我们。就这，我冷笑一声，直接开启腰带上的禁咒时间奇迹。一瞬间，我所有的技能冷却全部刷新，包括那个致命的星能爆杀。地龙王，你的末日到了，而这也将是人类在虚拟世界里的最后一战。地龙王虽然体型巨大，但本质上和以后没什么两样，除了产卵和喷口水，战斗力在现在的我面前根本不够看。不到2分钟，地龙王轰然倒地，除了满地的皮革材料，最关键的剧情道具光明圣女权杖终于爆了出来。当苏婉婷握住权杖的那一刻，
整个流放之地的气浪瞬间炸开，万名圣女走出树洞，圣光直冲云霄。我亲眼看到那位名叫孔燕的大祭司，等级瞬间飙升到180级，踏入了所谓的3转境界。从他口中，我得知了一个足以颠覆所有玩家认知的真相：120级仅仅是开始，等级不过是承载灵魂的容器，唯有通过转生不断突破等级上限，才能让灵魂修炼达到神土、神使，甚至至高无上的天神境。时间紧迫，我让苏婉婷带着圣女族暂时安置在我的天月城，而我从孔燕口中探听到了一个禁忌的修炼捷径——吞噬灵魂。虽然孔燕警告说吞噬怪物灵魂会滋生心魔，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单枪匹马杀入天宫之乱腹部，直接开启暴力收割模式。当我第一次捏碎并吞掉 BOSS 灵魂碎片时，系统提示音让我狂喜，吞噬成功，灵魂经验加5000。这一发现让我彻底疯狂。在停服前的最后几小时里，我反复刷本，把那些副本化身的灵魂当成大补药。晚上8点，我的灵魂修炼已强行冲到了5阶，全属性增幅10，甚至还额外获得了10个宝贵的技能点。此时的属性面板已经由于灵魂的升华变得金光闪闪，但我心里却隐隐不安，因为全服公告显示，停服时间竟然比我前世记忆中提前了1个小时。难道是因为我这个蝴蝶扇动的翅膀太猛，加速了重叠的进程？晚上10点50分，我给苏婉婷发了最后一条消息，下线后无论发生什么，第一时间打给我。11点整，游戏画面瞬间漆黑，我被强制踢出连接。现实中，我猛地摘下头盔，冲到窗边，漆黑的夜空中，原本的星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足以撕裂耳膜的雷鸣和魔物咆哮。一声清脆的凤鸣在室内响起，我回过头，朱鸟正扇动着火焰翅膀落在我的床头，飞天鼠亲昵地蹭着我的手臂，雪女宛如绝美的人形冰雕护卫在侧。我低头看了看双手，沉重的神话套装已经严丝合缝地穿在身上，每一寸肌肉都充盈着排山倒海般的超凡力量。世界已经乱套，邻居的惨叫声此起彼伏，但我握紧了手中的天机，嘴角勾起一抹冷冽。游戏入侵现实，这一刻终于来了。此刻，我正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头顶那头在肆虐的魔兽。在游戏里，它不过是只65级的鹰角兽，随手可灭；可在现实中，它那庞大的身躯足以轻易撞开一栋居民楼。本以为第一个打给我的会是苏婉婷，没想到竟然是张春林。老大，快来学校救命啊！我找不到悠悠了，这儿出现了100级的怪物，我是骑士，一个人抗不住啊！张春林带着哭腔在咆哮，背景音里全是建筑物崩塌的巨响。我叹了口气，顶不住也得顶，只要不是暴你肯定没问题，保护好导师和同学们，我马上到。紧接着，苏婉婷的电话也打进来了，她的声音在颤抖。林峰，你那个梦真的成真了。我冷静地安抚她，待在家里别动，现在的世界地图已经彻底变了，卫星导航全废了，千万别乱跑。等我感应到天月城的具体位置，就去接你。挂断电话，我也收到了白淑仪的死讯，她正带着魔海城的驻军艰难抵抗海怪，而我已经没时间废话了，直接破窗而出。小区里已经沦为了鹰角兽的猎场，几百只怪物正围着篮球场疯狂撕咬铁丝网，里面挤满了绝望的居民。我冷哼一声，意念微动，附身。原本在游戏里的飞天鼠瞬间与我合体，一对灰色的羽翼在我背后扩展出，带我直冲云霄。这35的属性加成，让我感觉全身血液都在沸腾。朱鸟、清场、雪女，保护群众。我手持天机俯冲而下，每一剑挥出都伴随着鹰角兽的哀嚎。朱鸟吐出的南冥离火瞬间点燃了小区，而雪女则化身人形自走冰库，一招雪飘人间，将篮球场周边的怪物全部冻成冰雕。救下民众后，我没理会那些人的道喜，带着宠物化作一道流光直奔学校。此时的龙海科技大学早已是一片废墟，驻守在这里的军方连队拼死一场，可他们大多数人只继承了70级的实力，在100级怪物的围攻下伤亡惨烈。杀！张春林骑着金光闪闪的战马，一个嘲讽拉住了几十头怪物的头部，在人群中大喊着蒋悠悠的名字。可就在这时，大地剧烈颤抖，一头将近100米高的巨影飞平了教学楼。80级爆！黑暗魔龙，体育馆里的幸存者们彻底绝望。叶腾龙这个怂货，一边吓得尿裤子，一边还对着蒋婷婷咒骂，都是林峰那个丧门星，他明明知道游戏会入侵，自己练得那么强，凭什么不来救我们？他救我们不是应该的吗？轰！一道赤红的火光划破天际，我的声音从魔龙上空冷冷降临。叶腾龙，我的钱是用来买命的，不是用来救你这种废物的。朱鸟，给我把那条长虫烧成焦炭。就在叶腾龙那个废物还在阴阳怪气的时候，朱鸟的离火神光已经照亮了整个校园。我背后双翼震颤，悬浮在100米高的黑暗魔龙面前。老大，你居然能飞！张春林瞪大了眼睛，我淡然回应，宠物附体而已。机操！眼前的黑暗魔龙发出震天咆哮，他是前世击杀我的凶手，但这一世，在我眼中他不过是一堆活动的经验值。我启动强化突刺，天机剑光如流星般刺入他的眼球，紧接着利用400码的极致速度瞬间绕后，强化闷棍加强化偷袭连招全中。魔龙那引以为傲的龙息甚至没能沾到我的一脚。随着最后一记超级滑铲的恐怖双攻爆发，这头100米巨兽轰然倒地，我熟练的切下它的翅膀，眼球合龙爪存入戒指，可惜它等级太低，并没有产生灵魂形态。张春林，你带军队护送师生，我在前面开路。我一路秒杀挡路的怪物，带着车队冲向北郊。此时的蓝星正在疯狂膨胀，面积扩大了100倍不止。东平洋中心凭空升起了新的陆地，而我感应到的天月城正静静地矗立在前方。车队里，叶腾龙还在叫嚣着我欠他钱，必须救他的鬼话。张春林直接被气笑了，当场掏出手机转账300万，钱给你，带着你的臭钱滚下去。在这个秩序崩塌、强者为尊的幻世纪元，钱有什么用？张春林像拎小鸡一样把叶腾龙丢进了怪物环伺的荒野。那一刻，全车的师生终于明白，现在能救命的不再是法律和金钱，
钱，而是实力。终于，我们来到了天月城下，猫女阿七带着轮值骑士团单膝下跪拜见城主。那一刻，身后10万民众彻底震惊。我之前那1000万级别的投入，换回了这末世中唯一的钢铁堡垒。我立刻让孔燕大祭司跨越虚空，将正被魔物围困的苏婉婷及其家人接回。不到1分钟，苏婉婷那圣洁的身影便出现在我面前。她不顾众人的目光，紧紧地拥抱住了我。月光洒在天月城的城墙上，这里成了方圆几百里内唯一的净土。然而，负责断后的连长龙鳞却带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战报：报告城主，龙海市已彻底沦陷，数以百万计的魔物正朝着天月城方向合围，我们需要您的指示。此时，龙鳞连长正握着军方专用的通讯器，向我报告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消息：全球军事总部接连遇袭，蓝星全面瘫痪。原本繁华的城市，在蓝星体积疯狂膨胀后，变成了一个个孤岛。苏婉婷握紧了我的手，眼里满是担忧。我爷爷柳泉大将军，他还在江宁府的军事基地，现在根本联系不上。我看着眼前10万刚进城的百姓，冷冷地对所有人宣布：天月城来去自由，想留下的一切听我指挥。张春林以后就是副城主，他的话就是我的话，想走没人拦着。但出了这道城门，生死自负。在这个秩序崩塌的时代，慈不掌兵。我任命张春林统领3大军团镇守天月城，而我自己必须面对更恐怖的威胁。我的手机里收到了白淑仪发来的求救信息，魔海都出现了丧尸，还有雪墨发来的情报，110级报死灵法师正占据一方，将活人转化成死灵大军。2位前辈，我看向孔燕和孔明，抛出了诱人的筹码，帮我救回柳将军。事成之后，我送圣女族一块领地，且天月城的试炼塔对你们无限开放，条件谈妥。孔燕带苏婉婷去找柳将军，而我则直接背生双翅，直奔魔海都。尸虫王制造的丧尸病毒如果蔓延，天月城也难逃性命。一踏入曾经繁华的魔海都，入眼皆是断壁残垣，大街上满是双目翻白的行尸走肉，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嘶吼。此时，在市中心的一座废墟楼顶，白淑仪正陷入绝境。身为女武神的她正被3名队友偷袭，杜丽、王晶、陈烨这3个混蛋是游戏里臭名昭著的绝境者，专门干谋财害命的勾当。哈哈，120级 BOSS 被打残了，这漂亮小妞也重伤了，这一身极品装备全是我们的。那个叫王晶的精神变态淫笑着扑向白淑仪，畜生！白淑仪靠在天狗身上拼命挣扎，却已是强弩之末。原来你们这群虫子，在游戏里盯上我也就罢了，现实里居然还敢跳出来！我的声音在巷弄阴影中冷冷响起。我一身白衣时装春风雨雪，手持天机，左逐鸟右学你，缓缓走出林中晨曦。王晶吓得尖叫，转身想逃，冰封南明离火，雪女瞬间将其冻结，猪鸟的火焰连珠直接炸得他狂吐鲜血。那3人眼见不妙，竟卑劣地钻进丧尸巢中逃窜。我没急着追，而是一个瞬移闪到那头被打残的120级 BOSS 巨人怪身后，一套强化偷袭将其彻底终结。随着 BOSS 倒下，一道强大的灵魂能量想要逃离，我一把将其抓住，直接运转功法吞噬。那一刻，我体内的瓶颈轰然破碎，第6阶灵魂突破等级升至121级，放弃了追杀那几个绝境者，留下来接手了残血的120级巨人怪。吞噬掉他的灵魂后，我清晰地感觉到体内那股大补的生命力在冲撞，这可是现实中第一头 BOSS 本体灵魂。白淑仪重伤垂死，我顺手拿它当了一回小白鼠，塞了一颗大补丸，见效果缓慢，又给它喂了颗超级大补丸。看着这位女武神迅速恢复满状态，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接下来我们狂打一合击，只取70级 BOSS 尸虫王。这玩意儿虽然在游戏里面，但在现实中却能源源不断制造丧尸。击杀它后，我爆出了一件邪恶的道具——傀儡之心。就在我们和杀之不尽的怪物巢穴战时，我猛然抬头，看到云端矗立着几条人影，那是一股让我感到莫名心悸的威压，远超150级的 BOSS。紧接着，海边异变突生，一头看不清等级的远古海妖破浪，100米高的巨足怪在他嘴里竟像小零食一样被生吃。白淑仪，快撤！我拉着他正要逃离，天空却传来一声闷雷般的怒喝：孽畜，敢越界掠夺我龙鳞国的魔兽，找死！金光散去，一名身穿金色铠甲，手持金枪的男子凌空而降，他是龙鳞国镇海省省主。金枪。更让我震惊的是，那头凶残的海妖见到他，竟然忌惮地退回深海，嘴里喊着神途径。这时，2道熟悉的光芒降临，林峰、苏婉婷带着孔燕、孔林以及身披血甲的柳泉将军赶到了。金枪省主见到2位圣女族前辈，态度瞬间变得恭敬，甚至因为他们住在我的天月城而对我另眼相看。从金枪口中，我得知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现在的蓝星不再是以前的蓝星，而是被划分为无数领地的蓝星界。龙国东南8省如今全归龙鳞国管辖，而所谓的游戏入侵，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进化选拔。那些被怪物吃掉的人，在金枪眼中是自己放弃了20年变强机会的废物。你既是天月城主，本省主便承认你的身份，以后你就是我金枪的人。面对这位实力莫测的省主，我深知人在屋檐下的道理，拱手应命。但在我心里，那种被当作妻子的感觉让我愤怒。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庞大且黑暗。在回城的路上，我改口叫了柳泉一声爷爷，随后迫切地询问起全球局势。柳泉将军面色凝重地看着我，林峰，现在的蓝星已经变成了一张我们完全陌生的地图。夜幕降临，天月城主府大厅内灯火通明。听完柳泉爷爷带回的消息，我才意识到这次蓝星的巨变有多彻底。东边的小日子全境沦陷，北边的熊国在极寒中苦苦挣扎，西方列强在重武器失效后，几乎一夜之间化为焦土。现在的龙国疆域膨胀了100倍，我们所在的东南8省被划入了龙鳞国。那个2转巅峰的省主金枪看向我们蓝星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施舍与蔑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白淑仪愤愤不平地挥动战斧，那个金枪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柳泉爷爷点了点头，
林峰，你是天月城主，又是公认的第一人，我们以后唯你首尊。我们要组织所有的幸存者，在这里求存，在这乱世中活下去。就在我们商讨对策时，孔燕大祭司突然提出要带走苏婉婷，神念者千年一遇，跟着你们这群连2转都没到的人，只会浪费他的天赋。孔燕的话很刺耳，但他看向我时，眼神却透着一丝异样。林城主，你也不要自满，金枪看中你，不仅因为这座城，更因为你是万年一遇的天行者。虽然强大，但针对你的杀局以后也会更多。万年一遇，我心头一震，原来天行者的职业潜能远超我的想象。正僵持不下时，天月骑士团团长龙江快步进入大厅，道：城主，我们在西郊发现无尽金矿山脉，西北方向更有一座浩瀚的灵魂山脉。灵魂山脉下面埋藏着灵脉，能产出支撑灵魂修炼的灵魂晶石。孔燕瞬间站了起来，语气急促：林城主，若你能分出2座山峰给圣女族做领地，我们愿意与天月城达成攻守同盟。神念者留在山脉修炼，离天月城也近，你看如何？我当机立断，带着众人出城查探。当我悬浮在空中俯瞰那连绵不绝、看不到尽头的矿山群时，我仿佛看到了一座金色的帝国在废墟中拔地而起。张春林在那儿挖呀挖，直接挖出了一块闪烁的灵魂晶石。好，我转头看向孔燕，成交，2座山峰给你们，但我不仅要同盟，以后我天月城的优秀子弟也要能去你们那儿接受培养。至于我们的试炼塔，对圣女族全面开放。在这蓝星灾变的第一天，我不仅有了城池，还有了矿。我仓库里囤积的海量神话材料、丹药和技能书，就是我手中的粮草。我立刻下令，让3大军团进驻矿区。所有人听着，来天月城开矿，城主府只收1成矿产，剩下9成归你们自己。而你们手中的矿石，可以来我这里兑换神装、灵药，甚至进阶技能。这个消息瞬间引爆了城内10万难民的希望。在这个残酷的异界入侵时代，林峰要用这2座灵矿作为杠杆，撬动整个蓝星人的崛起之路。随着天月城的规则初步建立，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存实验场。我不是保姆，我提供房屋、导师和庇护，而城里的10万蓝星人则通过下矿、练级或选择副职业来换取生存资源。这是一种冷酷但绝对公平的交换。当晚11点，天月城广场降下了数架气派的飞行器，金枪省主再次现身，随行的还有一位自称米亚的商会女会长，以及8个气息不弱的异界家族族长。林城主，你很有远见。米亚带着一种上位者的审视打量着我，镇海省这么大，你是唯一拥有城池的蓝星人。城主府的宴席上，金枪终于露出了獠牙，他承认我城主的身份，也承认天月矿脉的所有权，但代价是沉重的，每月必须上缴500万普通灵魂晶石和5000万金币作为供奉，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剥削。但我知道，现在的天月城根本没有谈判的筹码。林城主，别觉得贵。金枪喝了一口酒，淡淡道：天月城坐落在妖兽领地的核心，原本明天一早就会有兽巢工程，但只要你肯交这笔钱，本省主能为你争取10天的时间。10天，这是用海量资源换来的发育期。我深吸一口气，沉声回应：若我交双倍供奉，能否换取在这10天内由我主动清剿周边大型 BOSS 的权利？金枪笑了，笑得很玩味。林城主果然聪明。成交。送走这群瘟神后，我立刻召集柳泉、苏婉婷和张春林。我心里很清楚，金枪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假象。我们现在是这群异界人的提款机，如果不趁这10天变强，兽潮一到，天月城照样会变成废墟。春林，动员全城，晚上挖矿，白天升级，给我招募2万学徒赶制装备。我们必须在10天内让城里的主力部队升到30级以上。这时，白淑仪带来了一个糟糕的消息，同样拥有城池的血墨寒冰国发来求救，他所在的区域没有宽限期，明天就要爆发兽潮，而且他的供奉额度居然是我的数倍。林峰，雪墨希望你能过去帮忙。白淑仪面色凝重，我看着手机屏幕，心中已经有了计较。我必须去，不仅是为了救雪墨，更是为了亲眼看看这所谓的兽潮到底是什么货色，以及那些异界国度之间的猫腻。大祭司，建立领地的事先缓一缓。我看向孔燕，我想请圣女族的姐妹们带队，领着我们的人疯狂升级。作为报酬，天月城的矿产和试炼塔对你们全面开放，安排好家里的后防线。我握紧了天机，我知道有人会觉得我没追杀那几个掘金者是放虎追山，但当时面对残血的120级 BOSS 和即将突破的灵魂等级，我必须优先选择自己的进化。在这个变幻莫测的蓝星界，实力才是一切的根基。在动身前往寒冰国支援雪墨之前，我必须确保后方的绝对稳定。我将城内的防御重任交给了苏婉婷，并让白淑仪和柳泉爷爷协助他。至于张春林，这位张副城主正忙得脚不沾地，他不仅要安置那10几万刚被金枪送来的难民，还要分批次带队出城练级。看着那些即便失去家园，但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走进矿洞和荒野的人，我心里清楚，在这个数据化的现实里，勤奋未必能活，但懒惰必死。我也在出发前最后一次确认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灵魂突破6阶后，我的职业天行者优势愈发恐怖。新的劲招神像差9天已经就位，这招不仅爆发惊人，最让我看中的是那3秒钟的无敌金身。在这个只有1条命的现实世界，无敌就等于免死金牌。安置好一切后，我被生双翼化作一道残影划破夜空，直奔龙鳞国边境。路过一片幽暗的密林时，下方的雷光和闪电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隐匿气息，悄无声息地降落在树冠之上。只见下方一个看起来像是萝莉的小女孩，正被3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包围。王晶、陈烨、杜丽，我眼神一寒，又是这几个阴魂不散的掘金者。那个叫林小雅的小女孩虽然只有20出头，但手里的雷系法术倒也有模有样。
显然在游戏降临前砸了不少钱。你们这群人渣，我林小雅才不怕你们。她虽然声音颤抖，手里的闪电却噼得啪啪作响。嘿嘿，小妹妹，你这身极品装备我们要，你这细皮嫩肉的，等会儿哥哥们也会好好疼你的。王晶笑得极度变态，顺便把你杀了，给那个林中晨曦送份大礼。我冷哼一声，不再隐藏，瞬移。王晶正笑得得意，只觉后颈一凉。我身形交错而过的瞬间，天机长剑已经精准地切开了他的防御，伸手一触，一击秒杀。杜丽和陈烨吓得魂飞魄散。我提着滴血的长剑，从阴影中缓缓走出。听说你们要给我一个惊喜。林峰，两人尖叫着想分开逃跑，但在天行者面前比速度，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刷刷两声，杜丽断气，陈烨被我直接腰斩。陈烨临死前疯狂大笑：林峰，你永远不知道我们老大是谁，他一定会杀光你们所有人。我看着断气的尸体，内心毫无波澜。老大，不管是谁敢挡我的路，下场都一样。正当我准备继续赶路时，那个叫林小雅的女孩突然发出一声高分贝的尖叫。哇，真的是林峰哥哥！天哪，我是你的粉丝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跟只八爪鱼似的猛地跳到了我身上，两条腿死死盘住我的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家里的电脑。我僵硬的站在原地，看着这个自称头号支持者，甚至在我直播间每样货都下1000单的小迷妹，头一次感到了比面对150击爆还要棘手的麻烦。那个林小雅，你能不能先下来？我无奈的拍了拍她的脑袋。不要，人家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人家害怕吗？我看着她手机里已经快没电的快音订单页面，只能揉了揉眉心。受潮将至，这荒郊野岭的，总不能把这个小迷妹丢给怪物。看来前往寒冰国的路上得多带个拖油瓶了。清晨6点，我带着林小雅终于赶到了龙鳞国的边境，身后的天月城已经步入正轨，但我知道仅靠天月城一座孤岛是不够的，蓝星人想要生存必须联合，所以我决定横跨黄河前往冰城支援雪墨。这一路上，我背着林小雅开启极限疾行，速度飙升至500码每秒，却依然感叹着膨胀后的蓝星大的离谱。在边境关卡，我第一次见到了寒冰国的守卫，一群相貌精致到近乎妖异的白精灵。那位叫缪尔的女将军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玩味与戒备。天行者，希望你只是来找朋友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大麻烦。她的话让我心中疑虑更深。孔燕说过天行者万年一遇，可为什么连这些异界精灵都对这个职业如此忌惮？让我没时间深思，因为算时间，雪墨的冰雪城此时应该已经遭遇了受潮。冰雪城上午8点，雪墨站在城头，望着下方如黑色潮水般涌来的怪物，他身边只有600多名保留了游戏实力的传承者，剩下的全是10万普通蓝星人。姐妹们，这不是游戏，没有复活，一旦倒下就彻底完了。雪墨的声音在冷风中轻颤，但更多的是坚毅。更让他愤怒的是，云端之上的精灵飞艇正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一切。那些寒冰国的精灵们就像在看一场决斗式表演，眼神里全是冷漠与戏谑，根本没有出手相助的意思。战斗瞬间爆发，前10波怪物等级不高，大家还能游刃有余。到了第10波，一头80级的黑暗魔龙刷出，雪墨带人围攻，配合筑城军队的重火力，勉强将其斩杀。但从第11波开始，怪物的等级和数量成几何倍数增长，55级的小怪成群结队的冲击城墙，冰雪城的防御法阵不断荡起涟漪。到了第19波，坚硬的城墙甚至被崩开了一个缺口，身后就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父母，哪怕用血肉也要把缺口给我堵住。冰城的驻守军人发出了震天的怒吼，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军人们义无反顾地跳下城墙，用身体筑成了第一道防线。这种惨烈的士气瞬间感染了所有人，法师的吟唱加快了，牧师的治疗术几乎拉出了残影。可就在这时，天空炸开一声闷雷，一头浑身缠绕着紫色雷电，高达数十米的巨兽踏碎山石而来，120级爆雷兽，怎么可能？才第20波怎么会出现120级的爆？雪墨的脸色煞白，他猛地抬头看向云端，那些精灵们正在优雅地品着美酒，嘴角挂着残忍的微笑。雪墨瞬间明白了，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受潮，是那些精灵在暗中操纵，要把冰雪城变成一座死城。林峰，你到底在哪？雪墨握紧了手中的法杖，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而此时的我正带着林小雅如一道白色的惊雷，疯狂划破黄河水面，朝着冰雪城的方向全速挺进。此刻的冰雪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才到第20波，精灵们操纵的120级爆雷兽就已经踏碎了外围阵地。雪墨虽然开启了元素式禁咒5元素法阵，但在皮糙肉厚的雷兽面前，伤害显得杯水车薪。几百名传承者的技能轰炸，也仅仅带走了雷兽不到1/4的血量。难道真的要结束了吗？雪墨眼底满是绝望。而在云端之上，白精灵公主莫伊正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她身边的男精灵甚至觉得看弱者挣扎是一种残忍，他们已经准备撤离，等待冰雪城化为废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际划过一道白光，我背着林小雅开启极限疾行俯冲而下，还没等那些精灵反应过来，我已经瞬间闪烁到了雷兽的身后。林峰来了！雪墨的一声尖叫点燃了全城的希望。我没有废话，星能爆杀，起手配合七星巨能的瞬移特效，我在战场上拉出了一道道残影。灵魂6阶后的8万双攻，让我的每一次背刺都带走雷兽巨额的血量。短短30秒，30层爆杀状态叠满，给我碎！随着我猛然引爆，原本不可一世的雷兽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100米长的躯体轰然倒地，秒杀，真正的秒杀！全城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甚至有女生喊着要嫁给我。而云端飞艇上的莫伊公主却猛地站了起来，她的瞳孔闪烁着紫光，死死盯着我的身影。天行者，她竟然是那个传说中的职业。更让她震惊的是，当我召唤出猪鸟时，这位高傲的精灵公主第一次露出了惊恐的神色，那是上古猪鸟，竟然认一个人类为主。我没理会空中的窥探，偷偷将雷兽的灵魂吞噬后，我的灵魂经验值暴涨。趁着怪物攻城的空隙，我一边杀小怪一边带林小雅和雪墨酗酒，我的等级也随着疯狂的割草升到了122级。第30波120级爆吞金兽破土而出，这种能吞噬钢铁
防御力惊人的怪物是蓝星建筑的克星。血墨控制阵法跟上，猪鸟南冥离火伺候。我开启风暴立场，吸引仇恨。血墨用5元素法阵将其死死锁在原地。在猪鸟那无坚不摧的离火轰炸下，全身金属化的吞金兽竟被生生熔炼成了一滩铁水。我手疾眼快，一把扣住吞金兽那闪烁着金光的灵魂。随着这团灵魂能量入体，我感觉到脑海中一阵轰鸣。叮，灵魂经验已满，正在突破。随着第40波爆扫下，我的灵魂修炼正式踏入第7阶。这一刻，我能感受到灵魂深处涌动的澎湃力量。天行者的属性再次迎来质变，双攻直接突破9万大关，移动速度更是快的连残影都难以捕捉。让我意外的是，身为顶尖元素师的血墨，灵魂修炼竟然还停留在第3阶。你没试过吞噬 BOSS 灵魂吗？我疑惑的问他。灵魂太难抓了，一闪就没影了。血墨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看来我这逆天的速度不仅是战斗神技，更是修炼灵魂的作弊器。在别人眼里瞬息万变的灵体，在我面前不过是随手可摘的果实。云端之上，白精灵的阴谋。寒冰国的娘娘腔男精灵二修斯正一脸扭曲的向公主莫伊抱怨：殿下，难道真让这群蓝星蝼蚁过关？如果他们挺过去，按照规则，冰雪城就会成为我们国度的合法城邦，甚至享有议会权。莫伊公主的双瞳闪烁着妖异的紫光，她盯着下方的我，心中满是惊骇。他又突破了7阶灵魂，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怪物？为了彻底毁灭冰雪城，二修斯竟然私自跳下飞艇，准备去引诱更恐怖的怪物。冰雪城下，绝望的8重 BOSS。当第50波怪物刷新时，全城人都陷入了死寂。2头130级的牛魔 BOSS， 外加6头120级的风兽 BOSS， 这根本不是受潮，这是屠杀。血墨气得浑身发抖。林峰、天宫那些人肯定在使坏，他们在故意加大难度。我冷静地看着远处的 BOSS 区，脑子飞速转动。为什么这些强大的白精灵不亲自动手？血墨，我想明白了，有一种无形的规则限制了这些入侵者直接对我们出手，他们只能通过怪物来借刀杀人。既然他们不讲武德，我们也没必要死守城墙。你打算怎么办？血墨看着我，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我眼神阴冷，让城里所有的阵法师出动，在城外建立据点法阵，层层阻击。而这些 BOSS 交给我一个人，我直接纵身跃下城头，主动迎向那8头咆哮的巨兽。换做别人，面对以速度著称的风兽必死无疑，可在我眼里，他们太慢了。星能爆杀，奇星巨能，风暴立场。我如同一道白色的闪电在风兽群中穿梭，被子、滑铲、抛杀，9万的双攻配合禁咒等级+3的恐怖增幅，几乎是一套连招就带走一头风兽。而在云端，二修斯正疯狂地引诱着更深处的恐怖存在。林峰，这回我看你死不死！我要把这附近的王者蛟龙王引过来。莫伊公主脸色巨变，蛟龙王可是接近一转150级以上实力的恐怖魔兽，如果他降临，冰雪城不仅会灰飞烟灭，整个寒冰国的局势都会失控。但我此刻顾不上这些，我正疯狂地收割着风兽的灵魂，我的眼中燃烧着野心的火焰。来吧 ，BOSS 越多，我的进阶之路就越快。在冰雪城外，我孤身一人将8头 BOSS 强行拉出了10余里地，这是我的战术，用空间换取时间。作为天行者，虽然单体爆发已经推到了极致，但面对成群的领主级生物，我依然感到分身乏术。此时，飞天鼠的附体状态让我双攻飙升到了12万6，速度更是突破了500码。这种状态下，我就是所有速度型魔兽的噩梦。仅仅20分钟，那6头120级的风兽 BOSS 便在我的剑下悉数付诸。随着6团灵魂能量被我吞噬，我的灵魂经验值瞬间填补了将近一半。这种坐火箭般的升级速度，让我甚至开始期待接下来会不会出现更强的猎物。然而，战场的另一边却陷入了苦战。当我闪身回到冰雪城正面战场时，血墨和林小雅正带着残余的战力死守。血墨的5元素法阵已经暗淡，而林小雅的蓝量也见了底。最惨的是他们的宠物，那些在蓝星人眼中极其珍贵的完美级宠物，在130级牛魔 BOSS 的等级压制面前，被打得奄奄一息。猪鸟，撤下来，别强撑到涅槃！我心疼的收回已经残血的宠物，看着眼前这2尊如同小山般的牛魔，眉头紧锁。林峰，快组队！这2头 BOSS 经验极高。血墨急促地喊道。当我刚准备发出邀请，血墨却突然停下了动作，眼神中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大局感。不，小雅，我们不进林峰的队，我们要把所有资源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蓝星人想要在这些入侵者面前活下去，就必须造就一位绝对的强者，一位能主宰命运的神。苏婉婷不在身边，但这一刻，血墨展现出的决绝让我动容。这就是大公会会长的魄力，他要把我推向神坛。好，那这头牛魔归我了。我没有推辞，因为推辞就是对他们牺牲的亵渎。我开启极刑，化作一道2倍音速的白光，直接杀向第1头牛魔。星能爆杀，奇星巨能，天行者的灵动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牛魔30米高的身躯虽然威压惊人，但在我精准的7段闪烁面前，它就像一头笨拙的棕熊。我利用每一段位移附带的无敌状态，强行规避了他所有的反击。被子、闷棍、滑铲，我游走在刀尖之上，每一击都精准地带走他数万血量。当30层爆杀状态叠满引爆的瞬间，牛魔的血线疯狂下降。然而130级领主的尊严不容践踏。当血量跌至30时，牛魔陷入了狂暴，他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咆哮，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以他为中心呈环形爆开。不好，我虽然提前预判瞬移出1000米之外，但那恐怖的爆炸气浪依然追上了我，仅仅是余波就瞬间带走了我5万多血量。我看着自己只剩不到一半的血条，心中不仅没有恐惧，反而燃起了狂热的斗志。这就是130级的领主技吗？如果能杀掉他，我的灵魂，我的等级又会迎来怎样的蜕变？我再次握紧长剑，目光如炬，来吧，成为我登神掌街上的第一块垫脚石。牛魔的乱舞技能覆盖范围极其恐怖，足足1000码开外，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毁灭性的爆炸气浪。虽然我避开了核心区域，但这波余震还是带走了54000点血量。好在飞天鼠正处于附体状态，伤害被平摊了一半。我喝下一瓶顺回药剂，眼神逐渐冷冽。BOSS 的终极技能放完了，
了，接下来该我了。我踩着560码每秒的极限速度，整个人化作一道模糊的白光，超级滑铲、背刺、超级闷棍。就在牛魔因释放大招陷入短暂虚弱，眩晕抗性降到最低的瞬间，我的重击精准落在了他的后脑。就是现在，我深吸一口气，开启了禁咒神向他9天，身体猛然拔高，直冲云霄千米。在那一瞬，我几乎掠过了云端飞艇，我看到了莫伊公主，她正瞪大双眼，那张绝美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她当然会震惊，一个不到130级的蓝星天行者，灵魂修炼未极神土，竟然能同时掌握4个禁咒神向他9天。我化作一道金色的流星坠落，脚下远古神像法相凝实，3秒无敌金身开启，残血的牛魔发出一声困兽般的嘶鸣，跳起来想跟我硬碰硬，但在绝对的破防伤害面前，他的抵抗显得那么可笑。轰！66万实打实的伤害直接清空了他最后一截血条，金币与灵魂晶石散落一地。而在那堆战利品中，我一眼就瞄见了一颗闪烁着奇异光泽的石头，魔法圣石，这是我9级阵法斩神阵最难寻的材料之一，竟然在这里爆出来了。我不停歇，迅速配合血墨和猪鸟清理了第2头牛魔，2头130级领主的灵魂给我提供了24000点经验，我的灵魂等级已经顶到了7阶的临界点。然而短暂的喘息并没有带来安宁，第50波怪物巢穴中走出来了一头140级的我压领主，以及2头更加狂暴的牛魔。林峰，放弃吧。血墨的声音在颤抖，他绝望地看着天空中的精灵飞艇，那些白精灵根本不打算让我们活，才50波就刷140级的 BOSS， 后面还有50波，我们拿什么守？他是理性的，弃城保命确实是目前唯一的生存方案。但我看着身后那些眼眶湿润的工会妹子，看着林小雅那张写满恐惧却依然执拗的小脸，我摇了摇头，不，还没到最后一刻。我现在的等级已经突破到了130级，等级压制的劣势已经消失，而且所有人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后手，我能同时开启3头宠物的附体。到现在为止，我只用了1头飞天鼠，你们坚守城门，接下来的包我不参与了。我握紧天机，目光望向那深邃的怪物巢穴，我要直接杀进他们的老巢。你疯了，那是找死！血墨惊呼。我回头给了他们一个鼓励的微笑，放心，我可是天行者，如果下一轮没有爆出来，那就说明我成功了。说罢，我转过身，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有些孤独，却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决绝。林小雅想冲过来陪我，被我一道劲风送了回去。我没有回头，因为我怕回头看到他们的眼泪，会让我手中的剑漫上一分。这场生存的战争，我林峰绝不会输。有些战斗不仅仅是为了杀怪，更是为了立足。冰雪城如果倒下，蓝星人在这个幻世纪元的生存法则将会被这些入侵者彻底改写。血墨想退，但我不能让他退。既然这群白精灵想玩阴的，那我就把所有的底牌先给他们看。我站在城外，3只宠物，神话级的猪鸟，史诗级的飞天鼠，雪女，瞬间全部开启附体状态。这一刻，我的属性面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级130，双攻，正式突破20万大关，移动速度712码每秒。当我全力爆发，开启装备的极行时，我的速度甚至逼近了3倍音速，约900码每秒。在这样绝对的速度加持下，我整个人化作了一道划破虚空的极光。这就是天行者的极致吗？我握紧天机，感受着体内几乎要溢出来的澎湃力量。面对迎面而来的140级火鸦和2头130级牛魔，我没有退缩，附魔半月斩。由于速度加成突破了上限，这一击打出了高达640的双攻伤害。火鸦体表的火焰护盾在撞击的瞬间直接炸裂，2头牛魔更是被这一剑踢飞数百米，血量暴跌1/3。我如同鬼魅般穿梭在3头领主之间。火鸦试图用漫天火球压制我，但我体内的猪鸟可是南冥离火的主宰，那些反火还没靠近就被吞噬。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吊打。15分钟后，3头 BOSS 全部化为我的经验和灵魂能量，我的灵魂经验直接冲到了8万，距离第8阶只有1步之遥。然而还没等我收起战利品，一个黑袍身影诡异的出现在怪物巢穴入口。我眼神一凝，认出了那双眼睛，云端飞艇上的白精灵公主莫伊。阁下不在天上坐着，下来做什么？我冷笑着问。莫伊撤去了伪装，月光下的她美丽的近乎虚幻，她没有动怒，反而用一种审视怪物的眼神看着我。林峰，你很聪明，猜到了我们受制于神殿的规则。阿尔修斯那个蠢货想把事情做绝，但我不想给寒冰国留下污点。他提出一个让我意外的交易，他会动用秘法压制怪物巢穴内所有 BOSS，50的实力实现1个小时，而我要在这1个小时内杀光他们，并以此作为他救援蓝星人的证据。免费的大礼。我盯着他的眼睛，在你们蓝星，免费的才是最贵的，不是吗？莫伊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这是一个诱饵，更是一个陷阱。如果我进去，可能面对的是被削弱的怪群，也可能是莫伊设下的必死之局。但我感觉体内的血液在沸腾，那些被这些入侵者当作玩物的同胞，那些在城墙后战战兢兢的蓝星姐妹，都在等我。虽千万人，吾往矣。我留给莫伊一个决绝的背影，毅然踏入了那幽暗深邃、吼叫连天的怪物巢穴。我能感觉到身后，莫伊正挥舞令旗，咒语如远古神灵的低音传遍山谷。这是一场豪赌，赌注是我林峰的命和冰雪城10万人的未来。当我踏入怪物巢穴的那一刻，我再次被莫伊这个白精灵公主的手笔震惊了。她随手布下的竟然是一座6级法阵。在幻世纪元游戏时期，6级法阵的材料极其罕见，尤其是作为阵眼的精灵木，那可是价值数百万金币的顶级宝物，足以压制150级的领主。而我为了凑齐那座传说中的9级斩神阵，至今也才拿到了一个魔法圣石。不得不说，这些异界入侵者的底蕴确实深厚。但莫伊既然舍得下血本，说明他没骗我。巢穴深处景象骇人，一头身长100米的蛟龙盘踞在最高处，那股仿佛来自洪荒的压迫感让我头皮发麻。蛟龙之下，10头130级的牛魔 BOSS 正蜷缩在角落。
先拿你们练手。我心念一动，三重附体后的极致属性瞬间爆发，开启极刑，速度飙升至1000码，附魔半月斩，在6级法阵50的属性压制下，这些不可一世的牛魔 BOSS 退的像纸。我这一剑挥出，带起漫天剑影，每一头牛魔都分摊到了60多万的伤害。原本在冰雪城前能横着走的领主，现在血条瞬间消失了1/3。我发现了一个细节，附魔半月斩在命中超过5个目标时，伤害会由目标共同分摊。既然如此，那我就各个击破。我开启了不讲武德模式，超级滑铲，强化闷棍，强化偷袭。在法阵的削弱下，我根本不需要拉扯。当第一头牛魔咆哮着使出终极技能牛魔乱舞时，我竟然选择了原地硬刚，轰轰轰！爆炸的气浪掀翻了周围的山石，我头顶不断跳出伤害数字，但我双攻破20万，吸血效果惊人。当我一剑斩落这头牛魔的头颅时，我损失的血量已经在疯狂的连击中吸拢。吞噬灵魂8阶，嚯！随着灵魂境界的提升，我的感知力再次蜕变，手中的天机发出了兴奋的嗡鸣。既然杀开了火，我索性玩了个更疯狂的。我冲入剩下的牛魔群中，利用如鬼魅般的身法将他们全部拉到一起，随后逐一将血线压到50。一起来吧！我开启了武器上的宝石技能嗜血，30秒内20的伤害转化为生命值。那一瞬间，4头130级牛魔同时开启了牛魔乱舞，整片山谷被毁灭性的红光淹没。这等规模的爆炸足以瞬间蒸发一个百人团，可我林峰就站在爆炸中心，双眼血红，手中的剑快的只能看见残影。你们打我1万，我回血2万。在莫伊惊恐的目光中，我竟然硬生生顶着4头领主的大招，将他们全部斩于马下。角落里的战斗终于平息，我满身浴血，却感觉灵魂从未有过的充实。而这时，一直闭目养神的蛟龙王终于缓缓睁开了那双磨盘大小、散发着幽光的龙瞳。他感受到了威胁，那个渺小的人类正在试图挑战他的权威。莫伊公主的6级法阵不仅仅是压制，更是给了我一个绝佳的狩猎场。当我利用嗜血宝石技能，在30秒内硬生生顶着4头130级牛魔的狂暴乱舞，并以满血姿态将他们悉数斩杀时，我能感觉到云端之上那道震撼的目光。但我没空炫耀，清理完这几头前菜，我的灵魂修炼已经正式踏入第8阶。此时的我，双攻面板在3重附体下已经接近23万，而在我面前，这个山谷真正的敌人180级的准地板领主蛟龙终于彻底出现。我先试探性的放出了风暴立场，以往无往不利的魔法伤害打在蛟龙身上竟然只带走了49的血量，700万血量。我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这还是在莫伊法阵压制了他50属性的情况下，如果他是全胜状态，恐怕血量能破1000万，一记龙息就能秒杀现阶段任何蓝星传承者。虽然我很脆，但3重附体的伤害平摊机制让我拥有了极高的容错率，只要不被连续暴击，我就是这个战场上最灵动的刺客。轰！蛟龙腾空而起，巨大的身躯在山谷顶端盘旋，他那双冰冷的树瞳死死锁定了我的位置。我开启极刑，900码的速度瞬间爆开，法铲命中，星能爆杀标记。这一套爆发仅仅带走他10来万血，我毫不迟疑的利用速度优势绕后，直取他的后脑。可这头蛟龙战斗本能极其恐怖，他竟然预判了我的动作，一记粗壮的龙尾带着破空声横扫，连带着他自己的后脑都要一起抽损。很绝色，我被迫开启7星巨能闪烁躲避，但在蛟龙转过身的那一刻，他颈部的一片银色鳞片反射出一道刺眼的亮光。龙有逆鳞，触之必怒。我瞬间明白，那片反光的鳞片就是这庞然大物的绝对弱点。没长脚的泥鳅也敢称有逆鳞，我不再犹豫，身形冲天而起，禁咒神向他9天。这一次，我的目标不再是他的头顶，而是那片银灿灿的逆鳞。蛟龙惊恐的扭动身躯想要躲避，但我的速度比他快速太多。我顶着神像护体的无敌时间，一脚踩在他的天灵盖上，同时借助反阵之力，手中的天机如毒蛇般刺出，强化偷袭，噗嗤，剑刃精准扎入了逆鳞的缝隙。896453 675582，双重弱点暴击跳出的瞬间，蛟龙发出了凄厉至极的惨叫，但领主级的反击也随之而来。他的龙尾在我击中的刹那也扫中了我的后背，59686，近6万的伤害，即便有宠物分担，也让我体内的气血一阵翻涌，整个人如炮弹般被击飞到半空。这还是被削弱50后的力量，如果是全盛时期，这一尾巴我必死无疑。战斗进入了白热化，还没等我在空中稳住身形，下方的蛟龙张开血盆大口，一道直径10米的湛蓝色水柱冲天而起，将我所有的退路彻底封死。这种大范围、近距离的高压喷射，速度快到连天行者都难以完全规避，想淹死我。我眼神一横，看着下坠的趋势，直接做出了一个让莫伊都惊掉下巴的动作。我竟然撤去了防御，迎着水柱俯冲了下去。面对180级的蛟龙，哪怕属性被莫伊削弱了一半，我也绝不敢有丝毫大意。我不是那种硬碰硬的狂战士，我是天行者，速度与闪烁才是我的本钱。瞬移，我心念一动，7星巨能开启。蛟龙那巨大的身躯在他眼中或许是铜墙铁壁，但在我面前，他就像是一根立在原地的火把。我瞬间消失在原地，穿破虚空，再次出现在他的脑后。那一刻，蛟龙那双磨盘大的树瞳里写满了惊愕，他喷出的百米水珠落在了空处，而我的剑已经精准地刺向了他的逆鳞。965876 635453，鲜血狂飙，蛟龙痛得疯狂摆尾，试图将我从半空抽落，但我利用7星巨能的连续横跳，在他的身前身后250码范围内反复穿梭，让他的每一次甩尾、利爪攻击全部挥在空气中。他的血量在我的拉扯下，从67一路滑落。我仗着满层时装的防御和3重附体的伤害平摊，偶尔被他的爪子刮到，也仅仅掉落2万多血。
当血量跌至50的那一刻，变故突生，蛟龙的身体突然爆发出刺眼的蓝光，它盘旋着向上，庞大的躯体形成了一座血肉囚笼。我的耳边传来了莫伊那毫无波澜的提醒：小心，这是蛟龙破，强制锁定技，持续30秒，每秒1次利爪攻击，且它不会陷入虚弱。坑我呢？我大脑充血，看着无法逃脱的包围圈，狠心上来，既然跑不掉，那就看谁先死。嗜血开启，我整个人被血红的光芒笼罩，30秒不闪不避，我对着他的逆鳞疯狂倾泻输出，每一剑刺入，我都感觉到一股温热的生命力顺着剑柄传补进身体。蛟龙在哀鸣，逆鳞被我捅得血肉模糊，而我的血条就那样在80的线上疯狂起伏。好不容易熬过30秒，蛟龙血量只剩28，我刚想松口气，莫伊那气死人不偿命的声音又响了。哎呀，他又触发了一次蛟龙破，莫伊，你绝对是故意的！我忍不住怒吼，没时间计较了，我开启腰带禁咒，时间掌控者，刹那间，所有技能冷却清零，禁咒，神像踏9天，我化身金甲神像，从高空俯冲而下，那一脚沉重的仿佛能踏碎山河，生生将蛟龙从1000米高空踩到了地面上空，大地崩裂，烟尘漫天，我们在泥沼中缠斗，在坑洞里厮杀。当蛟龙的血量终于被我压到40，这头原本不可一世的霸主声音变了，他不再咆哮，而是发出了求饶般的呜咽，眼神中满是哀求。他生出了灵智，他想活命，但我忘不了冰雪城那些绝望的人，忘不了那些被怪物吞噬的同胞。结束了，我毫无怜悯地挥出了最后一击附魔半月斩，巨大的龙头重重砸在地上，灵魂离体的一瞬间，我张口吞噬，灵魂修炼经验加48000，我的等级也在这一刻金光连闪，直接跨过门槛，冲到了140级。地面上，蛟龙内丹、碧水珠，180级神话图纸散落一地。我捡起碧水珠，心中一阵狂喜，9级斩神阵的材料又凑齐了一样。山谷外，莫伊那张绝美的脸上已经满是惊悚，他看着我在斩杀蛟龙后，甚至没休息1秒就转身冲向了那些140级的火牙。这个蓝星男人，他是疯子，也是魔神。下一个9阶灵魂，我带着升腾的杀气冲向了被猪鸟死死克制的火鸦群。1个小时的时间还没过，我的杀戮才刚刚开始。20分钟，这是莫伊给我的最后期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10分钟足以解决那8只火鸦。没有了等级压制，加上莫伊法阵那削弱50属性的补足效果，这些140级的 BOSS 在我面前简直像是没穿盔甲的士兵。3重附体，火力全开。当我吞噬完第6只火鸦的灵魂时，我体内的能量终于冲破了那个临界点。灵魂修炼9阶，我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脱胎换骨般的力量，双攻正式跨越24万，血量突破20万。现在的我，即便是面对那些成名已久的原住民强者，也绝对有一战之力。但这9阶灵魂的晋升，也让我察觉到了某些异样，杀气变得越来越重。诺伊曾提醒过我心魔的存在，虽然我目前还没感觉到神智受损，但出手时的狠辣确实比以前重了几分。更麻烦的是，由于我自身等级148级还没达到1准，灵魂修炼开始出现经验压制，原本能给1-2万经验的140级 BOSS， 现在居然直接缩水了一半，等级还是硬伤，得快点冲到180级。在最后的10分钟里，我盯上了巢穴深处的2头双头马，150级的 BOSS， 杀戮变得索然无味，因为实力的代差太大。收割完这2条大石了，我不禁感叹，如果是在游戏时期，想凑齐9级斩神阵的材料，起码得砸进去2000万软妹币，还要看运气。而现在，我低头看向包裹里的收获，引雷杖加上之前的魔法圣石、石能结晶、碧水珠，9级阵法的8大核心材料，我已得其4。我走出巢穴，阵法的光芒刚好熄灭，莫伊恢复了白精灵那惊世骇俗的相貌，冷冰冰的站在月光下。灵魂9阶，你的速度真是惊人。莫伊带着几分讥讽，不过这种不顾后果的吞噬，小心心魔让你万劫不复。我擦掉剑尖上的血，笑得有些邪性。公主殿下，蓝星人生死存亡，我要的是现在的强大，谁在乎以后？话锋一转，我眼神瞬间冷冽。刚才杀蛟龙，你故意没告诉我30血量以下会连续触发蛟龙破吧？这种背后捅刀子的行为，让我们的交易作废了。你想怎么样？莫伊的脸沉了下来，周身泛起危险的魔力波动。你真以为我们不敢杀蓝星人？你可以试试。我摊开手，毫无畏惧。但我除了是蓝星人，还是龙鳞国金枪大人亲自承认的天月城城主。如果我死在寒冰国的地盘，你猜那位镇海省省主会不会以此为由向你们开战？我这是在狐假虎威。但莫伊显然被镇住了。白精灵虽然高傲，却不敢轻易挑起与龙鳞国的边界战争。算你狠！他咬着牙问，你到底要什么？10块精灵木。我狮子大开口，不可能，最多1块、2块，少1块我就把你们寒冰国故意加大受潮难度，残害蓝星人的证据捅到龙鳞国高层去。莫伊气的胸口剧烈起伏，最终他恨恨地抛出一块闪烁着绿光的木头，正是我的目标材料精灵木。我身上只有这一块，剩下的等受潮结束，你跟我去圣城贝尔兰取。没问题，公主殿下。我笑着接过材料，心中却在冷笑。去圣城贝尔兰，那是你们的老巢，材料到手，谁还跟你玩真的？等受潮一退，我立马跑路回天月城，到时候山高水远，你上哪找我去？冰雪城的城墙下，硝烟弥漫，怪物工程已经进行到了第60波，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寂静，直到4头体型如山的130级灵主吞山鳄缓缓爬出迷雾，守城的战士们才发出一阵惊呼。雪墨和林小雅死死盯着后方，脸色苍白，他们担心的不是怪物，而是那个本该早就回来的人。林峰呢？他还没回来。林小雅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就在雪墨叹息着准备开启最终防御阵法时，一道如极光般的虚影从云端俯冲而下，稳稳地悬停在半空。愣着干什么？不想要经验了？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城墙上一片欢呼，但我却顾不上寒暄，身后的天机已经化作漫天箭雨，将带头的2头吞山鳄强行拖入战圈。此时的我，灵魂已然晋升9阶，双攻破24万，斩杀这些130级的灵主，简直如同砍瓜切菜。趁着错身而过的瞬间，我降落在雪墨身边，声音低沉，
沉而急促。雪沫，听好了，巢穴里的大家伙基本都被我清干净了，剩下这几只吞山鳄和2头双头巨蟒，你们靠阵法能守住，我杀完这4头就得走，而且是立刻跑路。雪沫愣住了，跑路？为什么这么急？因为我刚才把寒冰国的莫伊公主给手里揣着人家的精灵木呢。我自嘲的笑了笑，再不跑，等他回过神带军队围了我想走也走不掉啊。林小雅在一旁听得真切，一把拽住我的衣袖，你要回龙鳞国，带我一起，你把我带出来，可不能把我丢在这冰天雪地里。行，带你一个没问题。我点头应下。虽然我曾在游戏降临前为了囤物资干过不少钻营的事，但把一个信任我的小姑娘丢在异国他乡，这种没品的事我干不出来。雪沫沉默片刻，突然认真的看着我，林峰，如果我把冰雪城主的位子禅让给你，以你的实力，双城之主完全没问题。我笑着摇头，雪沫，你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了，这里不是单纯的游戏，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龙鳞国和寒冰国貌合神离，他们不会允许一个人类同时掌控2国的要塞城市。我的野心不在于给人当城主。我压低声音，眼神中闪过一丝前所未有的凌厉。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冰雪城是你我的退路，也是我们在寒冰国埋下的一颗钉子。等将来蓝星人足够强大了，我们要建立的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度。在雪沫惊愕的目光中，我反手将4头吞山鳄的灵魂强行剥离，塞进他的体内。这些灵魂能助你冲上5阶，剩下的 BOSS 交给你们，我先撤了。说罢，我揽起林小雅，开启极刑和所有加速装备，化作一道残像，直接在怪物潮的混乱中冲向南方边界。数千米的距离眨眼即过，当我感到身后有一股强大的魔法波动在追赶时，我抬头看了一眼，正是莫伊那艘特制的精灵飞艇。林峰，你这个骗子，站住！莫伊那气急败坏的声音在天空中回荡，我头也不回，再次压榨体内的魔力。在这片荒原上，论长途奔袭的速度，我林峰一生不弱于人。1分钟后，我带着林小雅冲过了边界关卡，进入了龙鳞国的势力范围。当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向那遥远的寒冰国关隘时，仿佛还能看到莫伊公主站在关卡上，对着空气挥动她那愤怒的拳头。精灵木，谢了。我嘴角微扬，但这只是开始，9阶灵魂只是起点，斩神阵也才凑齐一半。回到天月城后，属于我的屠神计划才要真正开启。跨过那道被视为天然屏障的边境关卡，我正式踏回了龙鳞国的土地。虽然2国的边境线漫长，但真正能通行的缺口都被这些原住民势力牢牢掌控。这不仅是地缘的划分，更是绝对武力的封锁。我把林小雅放了下来，毕竟一路这样抱着，哪怕我这种直男也觉得有点不自在。我唤出飞天鼠，他也召唤出自己的坐骑，我们保持低空飞行，打算在今天内赶回天月城。顺便，我也想亲眼看看这个巨变后的世界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很快，在宽阔的官道上，我们遇到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华丽的马车、精良的护卫，还有满载货物的车厢。这显然是一支跨国商队。2位一路跟随我们乘发商行，究竟打算做什么？一个中年男子飞到半空，警惕地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这路是官道，难道就允许你们走？不允许我们走？林小雅这丫头倒是伶牙俐齿，一句话就把对方噎住了。那男子一听林小雅纯正的口音，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堆满了职业化的笑容。听口音，2位是蓝星人吧？这倒是有缘分了。在下温特，乘发商行掌柜。温特很健谈，甚至可以说有些过分热情。当我试探性的询问他的去向时，他竟然毫不避讳的说道：“我们是从地京城来的，正打算去镇海省的天月城做生意。听说那位林城主，也就是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国王陛下已经正式承认了天月城的合法地位，这可是几十万人口的大市场啊！商人逐利。”在温特眼里，天月城不是什么入侵者的钉子，而是一块未开发的黄金地。我心里暗笑，表面上却和林小雅对视一眼，故作矜持的说道：“我们正打算去投靠天月城，既然顺路，那就互相照应吧。”温特大喜过望，甚至邀请我们上了他那台极尽奢华的马车，车内香茗缭绕，侍女环伺。这位自称温特的商人甚至随手打赏了我们一盘足有上百万面值的金币。林小雅贴在我耳边小声嘀咕：“这家伙出手真阔绰，看来咱们天月城在他眼里就是座金矿。”我并没有被这些金币砸晕，相反，温特的出现让我看清了当前的局势。龙鳞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是外来者，但他们也需要蓝星人带来的商业活力。温特这种来自地京的商人，往往代表着某些皇室或者高层的政治风向。车队在官道上疾驰，我注意到路边的怪物巢穴虽然多，却极少有怪物敢靠近官道，这再次印证了我的猜想，这些肆虐蓝星的妖兽极有可能是这些入侵者豢养的。数小时后，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座雄伟的令人窒息的巨城，那是镇海省的省城，也是幻世纪元网游中人族10大主城之一的落叶城。那株高达1000米的万年青古树遮天蔽日，即便隔着10几里地，我依然能感觉到那古老气息带来的压迫感。温特见我望着落叶城出神，笑问道：“小兄弟想进去逛逛吗？省城里好东西可不少。”不必了，回天月城要紧。我收回目光，现在的我身份敏感，还没到去这种核心大城露面的时候。温特拿出一份精致的地图，指给我看天月城的位置。我脑海中飞速勾勒着整个龙鳞国的版图，从天月城往北，穿过大江就是北海省，再往上就是抵御外敌的银龙塞，而银龙塞的背后就是我刚刚离开的冰雪城。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海中渐渐成型。如果我能利用商人的互通，将南方的天月城与北方的冰雪城暗中连成一线，那么即便将来2国爆发战争，我们也拥有了横跨2界的战略纵深。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我摸了摸怀里那块刚从莫伊手里讹来的精灵木，眼神渐渐深邃。温特想在天月城赚钱，而我想要的是利用他的贪婪，为蓝星人换取在这乱世中活下去的武器。天月城，我回来了，重回龙鳞国。我本以为会有个片刻的喘息，却没想到麻烦总是如影随形。温特这个商人确实有点意思，他在马车里对着废墟般的魔海都曾经最繁华的魔都发出的感慨，甚至带了几分对蓝星科技的惋惜。他想拿下蓝星的手机业务推向神殿，这说明在这些入侵者高层中，也并非全是只知道杀戮的野兽。温特先生，既然你这么看好蓝星人的智慧，那你一定不介意
在接下来的生意里多让出几个点的利润吧。我半真半假的试探着，那是自然，只要能见到林城主。温特笑得像只老狐狸。当车队绕过魔海路，渐渐靠近天月城外围的怪物区域时，一阵剧烈的魔法波动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40级到60级的练级区，本该是天月城蓝星人稳扎稳打提升实力的营地，可现在那却乱成了一锅粥。我看到一群衣着华丽的陌生人，正带着戏谑的笑容，在蓝星人费力将怪物打到残血时，随手补上最后一击抢怪。这在游戏时代是家常便饭，但在现在这种关乎生存的现实里，这就是赤裸裸的断人活路。等我赶到城门口时，正好撞见张春林黑着脸带队出城。林峰，你总算回来了。张春林见到我，像是见到了救星，但他眼里的怒火还没熄灭。德宝的四公子德拉带人过来了，今天上午他才来过，开口就要我们交出一条灵魂矿脉，还要55分成。我没答应，他现在就在外面带人抢怪，还说只要蓝星人敢动手，他就搞。自卫反击，德宝、德拉，我还没开口，身后的温特倒是先叫出了名字，是德米勒侯爵的那个小儿子，毕业于地精第3魔法学院的那个刺头。我冷笑一声，看了一眼温特，看来这德宝的胃口比温特先生大得多啊。温特尴尬的咳嗽2声，没敢接话。我转向张春林，灵魂矿脉是我们的根基，想空口白牙分走一半，他也不怕崩了牙。既然他想玩自卫反击，那我就亲自去看看他的骨头有没有他的嘴那么硬。我没回城主府，甚至没顾得上安置温特，直接让林小雅先回府待着，然后反手拎起了凑上来的兔儿娘小妹。这丫头还是那副品如的打扮，但我此刻没心思欣赏她的波涛汹涌。带路去德拉在那儿的地方。我冷声道，城主大人轻点，人家带路就是了。小妹娇声抱怨着，但随即神色也严肃了几分，您小心点。德拉身边跟着一个150级的强者，张副城主他们根本挡不住。150级，我感受着体内9阶灵魂带来的澎湃力量，以及我刚刚冲到145级的属性，在蛟龙巢穴我杀疯了的时候，连180级的准一转蛟龙都死在了我的剑下。区区一个150级的保镖也敢来我的地盘上收保护费，德宝的人看来是真忘了这天月城的城墙下到底埋了多少妖兽的尸体。我双翼一展，整个人如一道黑色的闪电掠过云梢。我倒要看看，当德拉自以为万无一失的150级底牌在我面前像纸一样被撕碎时，他那张高贵的脸上还能不能挂得住那副讨债鬼的笑容。苏婉婷此刻应该也在组织人手防御吧。我握紧了天机，杀意在胸中激荡。这一仗不仅是保住矿脉，更是要让整个镇海省的旧势力看清楚，天月城是蓝星人的城，谁伸手我砍谁。150级，这不再是那些体型庞大动作笨拙的 buff 妖兽，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龙鳞国的强者。在很多蓝星人眼里，150级已经是不可跨越的高峰，但在我眼里，这不过是又一块试金石。人没有妖兽那动辄几百万的血量，人与人之间的 PK 拼的是瞬间的爆发，精准的预判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战斗本能。德拉，既然你觉得蓝星人弱小，觉得天月城可以随意揉捏，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弱小的反击。我缓步走出人群，声音在空旷的野外显得清冷而决绝。哟，林峰城主，你总算敢露面了。德拉坐在一头华丽的走廊上，笑得猖狂。告状，去省主那告状，别天真了，蓝星人就是蓝星人，非我族类，谁会真的在乎你们？在这个世界，弱小就是原罪，你不光得立正挨打，还得摆好姿势。练级区里，无数蓝星人沉默了，那是家园被毁后的懦弱，是生死操于人手的悲哀。你说的对，弱小确实是罪。我低着头，天机剑在袖口微微颤鸣，但我很想知道，当德宝的供奉死在我这个弱小的人类手里时，你还会不会笑得这么开心？找死！德斯拉，杀了他！德拉狞笑一声，轰！那个一直站在德拉身后的金发男子动了。150级火系大法师德斯拉，抬手便是漫天火雨，炙热的温度仿佛要将空气蒸发，可他还是太慢了。在9阶灵魂带来的千马速度面前，这种技能简直就像慢动作。禁咒，七星巨能，我整个人凭空消失在原地。禁咒，星能爆杀。禁咒，风暴立场。黑暗地苍穹中，星能瞬间锁定了德斯拉。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尊庞大的神像虚影在半空凝聚。禁咒，神像踏9天。哼！远古神像的咆哮震碎了德斯拉的火盾，那一脚踏下，仿佛连大地的脉动都为之停滞。咚！德斯拉的2道护身火柱瞬间熄灭，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他大意了，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召唤宠物附体，因为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一个100余级的蓝星虫子。我瞬间欺身而上，脚尖重重踏在他的胸口。386、450、295、120，这位高高在上的供奉，此刻满脸鲜血，眼神中的高傲早已被恐惧替代。林峰，你住手！德拉在后面尖叫，声音已经变了调。他是我德宝的供奉，如果你杀了他，就是向整个德宝宣战。宣战！我低头俯视着像条死狗一样的德斯拉，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如果今天输的是我，你们德宝会放过天月城吗？德斯拉艰难的张嘴，饶命！既然是战争，那就得见血。我手中的天机发出一声渴望的嗡鸣，毫不犹豫地刺入了他的心脏。噗嗤，鲜血溅在我的战袍上，一道虚幻的灵魂从他体内溢散而出，被我一把扣住，当众吞噬。灵魂经验加32000，那一刻全场死寂。德拉吓得从走廊上躲了下来，脸色惨白。他引以为傲的150级保镖，竟然连我1分钟都挡不住。所有德宝的人投降免死，否则我缓缓举起染血的长剑，杀意如实质般席卷全场。格杀勿论，快跑，快回去报信！德拉凄厉的叫着，连滚带爬的往外逃去。好，我双翼一展，化作一道血色流光追了出去。既然已经见红了，那就杀个痛快。德宝想敲我的竹杠，那我就把这根杠子一节一节的敲碎在他们的脊梁骨上。我是林峰，这些德宝的喽啰清起来并不费劲，我唯一留下的只有德拉。这小子现在的脸色比吃了死苍蝇还难看，他到死都想不通，为什么才1天没见，我就能一招废掉150级的德斯拉？他哪里知道，我吞噬了蛟龙灵魂，跨入9阶，属性早已发生了质变。林峰，
你敢动我，我父亲德米勒侯爵会让你整个天悦城陪葬。德拉哪怕跌在地上，嘴里依然不干不净的叫嚣着。我冷笑一声，刚想一箭结果了他，这小子却突然身子一软，扑通跪在了地上。我投降，按照龙鳞国的惯例，内斗之中一方投降，你不能赶尽杀绝。我微微皱眉，这种所谓的惯例在幻世纪元游戏时代确实存在，那是 NPC 势力之间维持脆弱平衡的潜规则。如果我执意杀了他，或许真的会引来整个龙鳞国贵族阶层的群起而攻之，但我并不打算放过他。张春林，带回去关起来。我一脚踩断了德拉的一条大腿，在凄厉的惨叫声中，我冷声叮嘱，不准给他治疗，让他给他老子写信，赎金要是给少了，这辈子他就别想站着走路了。处理完这块烫手山芋，我回到了城主府议事厅。现在的局势很微妙，德宝不是妖兽，他们有组织，有后台，有军队，我不能把天悦城的生死寄托在省主金枪的所谓调解上，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在这个世界，只有握在手里的刀才是真的。大厅里除了张春林、白淑仪和柳苏婉婷，还有被我特意请来的光明圣女族大祭司孔燕和族长孔明。我们要和德宝开战了。我开门见山，目光看向柳苏婉婷，我希望光明圣女族能帮我们守住矿脉。孔林还没说话，大祭司孔燕先开了口，林峰城主参与龙鳞国内斗不合规矩，圣女族不想卷入这些无谓的纷争。坐在一旁的白淑仪突然轻笑一声，眼神暧昧的在我和苏婉婷之间扫视。大祭司这话见外了，矿脉是林峰的，而苏婉婷和林峰的关系大家都懂。苏婉婷是你们的神念者，她的男人受损，不就是圣女族的利益受损吗？柳苏婉婷俏脸通红，但这时候她表现得异常坚定，直接点头道：对，她的矿脉就是我的矿脉。有了这层名分，孔燕和孔林交换了一个眼神，终于点头答应。有了两位神阶强者的坐镇，德宝的人想动我们的灵魂矿山，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脖子够不够硬。会议散去后，我单独留下了张春林。老大，还有什么安排？张春林摩拳擦掌，他在经商和算计方面有着敏锐的直觉，带你去见个财神爷。我笑了笑，那个从地京来的温特商人还在会客厅，他很有钱，而且极度渴望天悦城的市场。德宝搞出的这场乱子，对普通人来说是灾难，但对真正的商人来说，却是绝佳的谈判筹码。我带张春林推开会客厅的大门，温特此时正坐在客位，他身边的老仆温中正低声耳语着什么。见我进来，温特的眼神不仅没有恐惧，反而闪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金光。林峰城主，你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啊！温特站起身，语气竟带着几分兴奋。我看了一眼身边的张春林，又看向温特。温特先生，德宝的军队可能已经在路上，你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安全。如果你是想撤资逃命，现在还来得及。撤！温特哈哈大笑，摊开双手。不，林峰城主，这种时候我看到的不是危险，而是发大财的机会。我与张春林对视一眼，嘴角也微微上扬。既然德宝想玩大的，那我就用这带血的生意拉一个更有分量的合伙人上船。有人说，商人是这个世界上嗅觉最灵敏的生物，温特显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面对即将到来的德宝大军，他非但没有撤离的意思，反而两眼放光，仿佛天悦城不是战场，而是一座待挖掘的金矿。林城主，4成利润真的太高了，在龙鳞国任何一座主城，城主府也只抽3成。温特苦笑着摇头，但他眼底的精明出卖了他。温特先生，你也看到了，天悦城如今是整个镇海省南星人的核心，未来的潜力不可限量。3成半，这是我的底线。我指了指城外忙碌的炼气区。成交。温特爽快的让我有些意外，他不仅答应了分红比例，还承诺让我从他的商队里挑选一样东西作为见面礼。当温中带着几个大箱子走进会客厅，盖子掀开的一瞬间，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在那琳琅满目的宝物中，我看到了一颗包裹着雷纹的透明球体，闪电金球。这个我要了，我指着金球，随后目光贪婪的扫向另外2个盒子。庚金之晶、定风珠。温特先生，你这是把我的9级阵法最后几块拼图都送上门来了。一阵讨价还价后，我不仅拿到了这3样特殊材料，甚至用一颗炫彩灵魂晶石换下了满满1箱高等级极品装备鉴定符和手工装备图纸。温特拿到了硬通货，我拿到了实战急需的底蕴，这笔生意谁也不亏。送走了一脸奸诈笑容，盘算着要给天悦城居民搞暂时借贷的温特，我让张春林先行离开，独自回到了城主府后院。夜深了，后院里静悄悄的，我刚好碰到了还没睡的柳苏婉婷。林峰，明天能不能见见我父母，还有我爷爷？他脸色微红，有些局促。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些日子拼杀太狠，竟忽略了这些长辈。我轻抚他的肩膀，明天我带他们一起去闯试炼塔，一边升级一边聊，保证让他们对我这个孙女婿满意。哄走了苏婉婷，我独自一人走进密室。此刻，我手中紧握着2柄9级阵法器，周身悬浮着8件散发着恐怖波动的核心材料：魔法圣石、庚金之晶、定风珠、引雷杖、石能结晶、碧水珠、精灵木、闪电金球、阵图戒石。我脚踩斩神阵图，口中默诵口诀，随着一道道阵法器化作虚影没入虚空，整座天悦城的8方地脉仿佛在一瞬间被激活了。轰！一种玄之又玄的力量顺着地脉涌入我的身体。我点开属性栏，下方赫然出现了一行金色的大字：斩神阵9级，阵主林峰，属性增幅。休眠状态下，我在城内全属性提升20，可标记5个目标削减对方20。属性开启状态，全属性加成飙升至50，且降低敌方30。全属性。最让我心惊胆战的是最后那个名为斩神一击的竞技技能，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核武级杀招，以消耗所有阵法灵能为代价，剥离目标50的最大生命值，再附带我300的双攻伤害，这就是9级阵法的底气。有了它，别说是德宝的私兵，就算是德米勒侯爵亲临，我也敢让他在这天悦城的城墙下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众神禁区。我走出密室，望着夜色下宁静的天悦城，眼神渐渐变得无比坚定。德宝的人快来了吧，这一回我要让你们有来无回。有了斩神阵，作为天
天月城的底牌，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矿脉那边有光明圣女族的大祭司孔燕，三转神使劲坐镇。德宝的人想动歪心思也得掂量掂量。我独自来到城主府最深处的秘密仓库，推开沉重的石门。如果有人能站在这里，一定会被晃瞎了眼。整间屋子里堆满了灵魂晶石，普通级的直接被砌成了墙，而中等、高等甚至炫彩级的晶石在黑暗中熠熠生辉，宛如星海。我席地而坐，直接捏碎了3颗价值连城的炫彩灵魂水晶。随着能量入体，那种灵魂深处的燥热感再次升腾。灵魂经验加6000，境界越高，消耗越恐怖，但带来的蜕变也越惊人。我尝试着沉入石海，突然我感觉身体一轻，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玄妙的升华状态，灵魂离体了。我以灵魂形态飘出城主府，发现自己能无视物理障碍，甚至从一些50级的小怪身边穿过，他们也毫无察觉。可当我飘到野外的青蟒潭时，那头100级的领主竟然猛地抬头，那对灯笼大的树瞳死死锁定了我的位置。我惊出一身冷汗，瞬间缩回本体。灵魂状态下的我，居然连100级 BOSS 都能威胁到。我擦了擦额头的虚汗，心中却通透了许多。我想起了金枪，想起了他呵斥海妖越界吞噬 BOSS 时的神情。那一刻我终于悟了，在这个世界上，这些看似凶残的怪物、妖兽，其实都是被这些原住民国家圈养的牲畜。他们既是民众升级的磨刀石，也是强者收割灵魂的养料。而这些怪物的源头就是秘境副本。我3重附体，趁着夜色亲自前往青蟒潭。那头青蟒本想偷袭，却被我9阶灵魂的威压直接震慑得瘫软在地，甚至乖乖低下头颅，将我送上了半空中的那个荧光门户。跨入秘境的一瞬间，我彻底惊呆了，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型的蟒蛇加工厂，密密麻麻的青蟒 BOSS 在这里孵化。我明白了，秘境就是牧场，我没动这些怪，杀鸡取卵是蠢才干的事，留着他们，未来天月城的蓝星人才能源源不断的变强。次日清晨，我刚在后院温泉洗去一身疲惫，换上一身流云若雪的长袍时，张春林就火急火燎的冲了进来。老大，温特那家伙又来了，说是有大买卖。我来到会客大厅，看到温特顶着2个大黑眼圈，显然是连夜算计了一通宵。林城主，我打算在天月城搞一场商业交流会，规模绝对是全省顶级的。温特语气兴奋，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商机。我要把咱们城发商行的名声一炮打响。我端起茶杯，不紧不慢地问温特先生，普通的装备和药水恐怕还不值得你这么大费周章吧？你想卖什么？温特凑近了几分，压低声音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我们要拍卖一个180级的秘境，天宫黄昏的永久拥有权。我持杯的手微微一颤，昨晚我才意识到秘境是战略资源，今天这商人就告诉我，这种牧场竟然是可以买卖的，秘境也能卖。我盯着温特的眼睛，心里的野心瞬间被点燃了。如果我能买下高等级秘境，那就意味着我不仅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资源，还变相掌握了造就强者的工厂。当德米勒侯爵在落叶城咆哮着要取我首级时，我正带着苏婉婷，也就是你们熟悉的苏婉婷一家从试炼塔出来。有了我这个人形外挂的保驾护航，苏婉婷的父母和爷爷等级突飞猛进，短短半天时间，全员跨过了60级大关。对于蓝星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足以自保的实力了。林峰，你真的打算和德宝正面硬刚吗？苏婉婷挽着我的手臂，秀眉微蹙，眼中满是担忧。她现在修炼了光明圣女族的秘法，感知力远超常人，显然也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的那股肃杀之气。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语气平静。婉婷，在这个世界，妥协换不来和平，只能换来变本加厉的压榨。德宝想要我们的命脉，我就得让他们知道，天月城的脊梁骨是铁打的。正说着，张春林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由于跑得太快，甚至有些气喘吁吁。老大，不好了，探子报信，德宝的血狼先锋营已经过了魔海都，3000铁骑，全员120级以上，统领更是达到了160级。3000铁骑，我冷笑一声，看来德米勒这次是真的动了真火，竟然连他的王牌部队都派出来了。婉婷，你先带伯父伯母回城主府，开启光明圣女族的辅助法阵。我转头看向张春林，眼神渐渐变冷，通知全城进入1级战备，让那些刚升到80级的传承者军团上城墙。既然德宝想送彩，我们就把这3000血狼变成天月城的经验包。与此同时，天月城外几十里处，马蹄声如闷雷般震动大地。德宝的统领狂狮德古拉正意气风发，在他眼里，所谓的天月城不过是一群丧家之犬聚集的废墟，只要一个冲锋，就能将这些蓝星人的自尊彻底踏碎。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天月城上空，9级斩神阵的灵能已经在悄然流转。我换上了温特给我的那套150级极品手工神装，天机剑在背后发出可血的轰鸣。我孤身一人站在城门前的吊桥上，冷冷地注视着远方升起的滚滚尘烟。婉婷，看好了，我对着空中的传声阵法轻声说道，你的男人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有了斩神阵，我原本以为天月城能有一段安稳的日子，可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麻烦总是像闻到血腥味的苍狼，一波接着一波。德米勒侯爵在省主府的咆哮还在耳边回响，他以为我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却不知道蓝星人的脊梁比他想象中要硬得多。金枪省主突然造访天月城，那场面倒是搞得挺大。他凌空而立，像是在宣读圣旨一般，宣布议会授予我男爵爵位，恭喜你，林峰男爵。金枪的声音传遍全城。我接过那枚冰冷的徽章，心里却只有冷笑。什么爵位，什么领地，不过是想把天月城绑在龙鳞国的战车上，甚至还要求我3个月后派兵去参加所谓的帝国战场。省主既然是龙鳞国的子民，那通婚这种事，我们蓝星人讲究自由恋爱，我绝不阻拦，但也绝不强求。我面对金枪，语气平静却不卑不亢。金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去。他甚至一个字都没提我和德宝的矛盾，摆明了是要坐山观虎斗。刚回到城主府，张春林就白着脸冲了进来，手里捏着一封印着血色狼头标志的信。老大，德宝下的战书。我撕开信封，里面的措辞极其嚣张，要求我立即释放德拉，并且在城外进行一场所谓的公平对决。公平？我嗤笑一声，随手将战书震成粉碎。德宝这是打算明抢了。春林，回信给他们，德拉我不放，想打我天月城奉陪到底。若是德宝敢踏入天月城领地一步，我先杀德拉祭旗，
气。好嘞，就该这么硬气。张春林扭头就走，但我心里清楚，内部的危机往往比外敌更致命。我发出了战备告示，却没想到这反而激起了一些人的阴暗心思。傍晚时分，我原本想找苏婉婷商量防御细节，却见她神色有些黯淡。林峰，你看了城里的讨论吗？婉婷咬了咬下唇，有些委屈。你救了他们，可现在他们却在矿洞里说，是你太硬气，才招来了德宝的报复，说你是在拿大家的命当炮灰。我听着婉婷转述的那些风言风语，心里一阵寒意。那些我亲手从学校里救出来的校友，竟然在背后议论我是为了过瘾才杀人。婉婷，别难过。我轻轻握住她的手，看着她那双担忧的眼睛。人性就是这样，走米恩，生米仇。他们习惯了懦弱，就把强硬看作是罪，但他们忘了，如果没有我的强硬，他们连在这里挖矿抱怨的机会都没有。苏婉婷靠在我的肩头，低声道：“可是刘海和王尚方他们闹得挺凶，我怕到时候真的开战，后方会乱。”刘海、王尚方，我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当初在学校，我给过他们活命的机会，如果他们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当蛀虫，甚至想里通外合，那我也没必要顾及什么同窗之意了。春林，我头也不回的朝门外喊了一声：“在呢！”老大，盯死那几个闹事的，告诉他们，天悦城不养闲人，更不养叛徒。如果不愿意当炮灰，现在就可以滚出城门去投奔德宝，我绝不拦着。但如果想留在城里搞破坏，斩神阵的威力，我不介意先让他们尝尝。在这个崩坏的世界，我林峰不需要所有人的理解，我只需要天悦城活下去，而谁想挡我的路，谁就得死。在这幻世纪元，最让蓝星人难以适应的，莫过于曾经追求的平等被彻底撕碎。在天悦城，虽然大家都住在城里，但规则已经变了。为了生存，每个人都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下矿开采，换取生存的物资和升级的装备。这种繁重的劳作让不少人心里滋生了阴暗的种子。我救了他们，给了他们活下去的机会，但在有些人眼里，这些救命之恩远不如他们心中扭曲的自尊和贪欲。矿洞深处，刘海和王尚方这两个败类正像苍蝇一样穿梭在人群中。蒋婷婷，你居然还在这挖矿？刘海对着那曾经的校友嬉皮笑脸。张春林不是你妹夫吗？他怎么没让你去享清福？告诉你吧，德拉公子看上你了，只要你点头，你就是侯爵家的小妾，还挖什么矿啊？滚！蒋婷婷的怒喝声在矿洞里回荡。刘海，你读的书都喂狗了吗？身为蓝星人，居然劝我去给入侵者当狗。天悦城要是完了，你以为你能有好下场？呵呵，德拉公子答应过我，只要投降，我们都能进德宝。刘海不知羞耻的耸了耸肩，哪怕当奴隶，也比在林峰这儿被剥削强。你挖10块矿还得交给他1块，他这就是在吸我们的血。我在城主府里听着卫队的汇报，心中只觉一阵荒谬。救命之恩变成了剥削，守护之功变成了招灾。人性果然在任何世界都是一样的卑劣。老大，德宝的飞艇编队已经动了。张春林满头大汗的跑进来，手里攥着一份飞鹰传书。他们说下午3点准时开战，真是够讲究的。还给我们下战书。下午3点，我冷笑一声，既然他们想讲，君子之道，那我就送他们去见他们的君子。春林，把所有人撤回城内，关闭城门，开启防御工事。送走张春林，我独自步入技能书仓库。面对即将到来的德宝大军，我需要更强的控场能力。我的目光在一本本散发着流光的禁咒书上扫过，冰封千里太慢，火焰冲击波和朱鸟重叠，最终我的手指停留在了一本散发着幽暗气息的古籍上。禁咒死灵永生，这是一本死灵法师的终极禁咒。以前我觉得这种需要到处搜集死魂，还要消耗精神力的技能太过麻烦，更不符合我天行者正面强攻的风格。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这个禁咒造成的伤害直指灵魂，无视防御，且能让死灵藏入装备，随时召唤。在这满目疮痍的蓝星，在这随处可见废墟的战场，死灵才是最无穷无尽的资源。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习。消耗技能点，禁咒死灵永生，等级提升，当前等级8级含装备加成，可控制8阶死灵。我的精神力瞬间与四周某种阴冷的维度建立了联系。8阶死灵，那是足以让150级强者都感到战力的存在。就在我熟悉技能的瞬间，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鸣声。我走出城主府，抬头望去，10艘巨大的武装飞艇正排开云层，如乌云压顶般笼罩了天悦城的上空。德米勒侯爵穿着一身华丽的紫金战甲，站在首航飞艇的龙骨尖端，声音如惊雷般在空中炸响：林峰，放了我儿子，否则本侯爵今日便踏平天悦城，让你们这些蓝星贱民彻底灰飞烟灭。他周身散发出的气息极其恐怖，那是神途境巅峰的波动，甚至隐隐压过了先前的金枪。我脚尖点地，3重合体，身形化作一道银色流光直冲云霄。我提着天机剑，在那遮天蔽日的飞艇矩阵面前，显得渺小而孤独。德米勒，既然你带了这么多飞艇过来，我缓缓举起剑，嘴角露出一抹森然的笑意。那正好，我天悦城的城墙上正缺几个高贵的脑袋当装饰。此时，我的视线掠过城墙，苏婉婷正站在塔楼之上，手中法杖光芒吞吐。她没有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那坚定不移的目光。这一仗不仅是为了我，更是为了这城里还有良知的蓝星同胞。死灵的气息开始在我周身悄然弥漫。德米勒，你想屠城，那你得先问问这片土地下埋葬的亿万冤魂答不答应？德米勒侯爵这老狗确实不简单，2转神途境巅峰，站在那遮天蔽日的飞艇矩阵之上，那股威压让整座天悦城的空气都变得粘稠。相比之下，我的9阶灵魂尚未圆满，等级也比他低了一大截。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我缓缓走出城主府，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城内无数双眼睛紧紧锁死在我身上，惊恐、迟疑、绝望，当然还有那么一丝微弱的希冀。
这一战，德宝来的比我想象中要慢，我已经等得骨头都快生锈了。朱鸟守城主府，雪女站高位，飞天鼠潜伏。我心念一动，三重齐出，赤红的火雨，凛冽的寒霜，阴影中的杀机，瞬间在城中各就各位。我凌空而起，直视上方的庞然大物。德米勒，你儿子德拉带人来天月城杀人越货，我一律扣押，何错之有？反倒是你带着大军压境叫嚣屠城，龙鳞国的侯爵难道就是这么教儿子的？我的声音在斩神阵的加持下声震八方，贱民也敢谈律法？德米勒狞笑着，声如洪钟，你们蓝星人杀我德宝护卫，如我世子，这就该灭九族。林峰，本侯爵给你最后一条生路，你当众自裁，天月城归我德宝管辖，这满城的贱民还能留条狗命继续给我挖矿，否则鸡犬不留，做你的春秋大梦。我大笑讥讽，想吞并天月城，想让我们当奴隶。我林峰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低头这两个字，哼，你骨头硬，可不代表所有人都想跟你去死。德米勒语带轻蔑。就在这时，城内突然响起几道刺耳的声音，我不去死，我刘海愿意投降德宝，还有我王尚方也投降，我也投降，放我走。我愤怒的回头，只见刘海、王尚方，甚至还有刘月，正带着100多号人从角落里钻出来，其中有几个竟然还是我当初在学校同班的校友。他们躲在那5个刚降落入城的德宝供奉身后，看向我的眼神里没有愧疚，只有扭曲的怨毒。林峰，以前上学你就爱装，现在当了城主更是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凭什么让我们给你陪葬？刘海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德拉公子说了，只要投降，我们以后就是德宝的正式子民。苏婉婷站在城楼上，气得娇躯乱颤，法杖猛地一顿地。刘海、王尚方，你们摸摸良心，当初怪物屠校是谁把你们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是林峰。你们现在要当蓝监去跪舔杀人凶手，谁求他救啊？王尚方冷哼，他杀德宝的人是为了耍威风，现在惹祸了想让我们顶包，做梦。话已至此，争吵已经失去了意义，只会让天空中的德米勒看笑话。好，很好。我闭上眼，再次睁开时，眸子里只有彻骨的寒冰。天月城来去自由，既然你们想去当狗，我绝不强留。从现在起，剥夺你们所有人的天月城居民身份，生死自负，谁稀罕这破城资格？刘月叫嚣着，德米勒在空中狂笑，哈哈。林峰，看到了吗？这就是人心。供奉们，接他们上飞艇。那5名160级的德宝供奉满眼轻蔑，大摇大摆地走向刘海等人。在他们看来，被斩神阵压制了20属性的他们，依然足以横行这片废墟。我有说过，允许你们现在就走吗？我突然暴起，身形如离弦之箭，天机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刺眼的灵魂流光。我有说过，这些叛徒能活命吗？嗖，我的速度在宠物的全属性加成下快到了极致。那名首当其冲的160级供奉还没反应过来，天机剑已瞬间洞穿了他的胸膛，噗，鲜血狂喷。在天月城的范围内，斩神阵削弱了他，却增幅了我。这一剑直接带走了他过半的血量。与此同时，雪女的冰封瞬间冻结了一名供奉，朱鸟的烈焰将另一人吞噬，飞天鼠化作暗影死死缠住第4人。我身形在空中一个折返，看着那名重伤惊恐的供奉，手起剑落。160级，在我的城里你也得跪下。一颗头颅冲天而起，第1名德宝供奉足。我提着滴血的天机剑，看向刘海那群早已吓得瘫软在地的叛徒，又看向天空中笑容凝固的德米勒。开战！我怒吼，今天这里就是德宝的目的。在那一刻，我终于看清了龙鳞国这些所谓贵族的底色。那些160级的供奉，看似等级碾压，可由于他们根基虚浮，宠物也尽是些撑场面的劣质品，在真正的神话级战力面前，他们不过是些披着华丽外皮的炮灰罢了。在这天月城内，我不仅有等级和装备的加持，更有整座城池的意志在支撑。随着最后1名供奉在我的天机剑下化作灵魂惊艳，我的目光直刺苍穹，锁定了飞艇之上那个脸色铁青的男人。德米勒侯爵，你的走狗们似乎不太中用啊！我冷笑着，手中的长剑斜指地面，鲜血顺着槽口滴落。林峰，你不要太嚣张！德米勒强压着怒火，冷厉的挥手，去德米家，你带1半人手把天月城的矿脉给我全拔了，我倒要看看没了资源，你守着这座空城能撑几天？他想分兵，想围魏救赵，可惜他算漏了一点，我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想动我的矿脉，随你地变。我打了个响指，示意张春林将那个烂泥一般的德拉推到城墙边缘。不过在那之前，你得先送你的宝贝儿子一程。父亲，救我！二哥救我啊！德拉在那哭得眼泪鼻涕横流，简直丢尽了贵族的脸。一旁的刘海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大喊着：林峰，你疯了！快放了4公子，他是德宝的希望，你这是在自寻死路！我嫌恶的皱了皱眉，这种骨子里已经烂透的叛徒，连死都嫌脏了我的地。春林，封住他们的嘴，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他们眼中高不可攀的贵人是怎么在绝望中死去的。我没有任何犹豫，天机剑如毒蛇出洞，瞬间贯穿了德拉的心脏。这一剑是替那些死在你手里的蓝星矿工还的。我猛地抽回长剑，德拉的尸体无力的倒下，双眼还死死盯着他父亲的方向，给我杀，一个不留！德米勒彻底陷入了疯狂，3艘巨大的飞艇俯冲而下，能量炮火开始洗劫城墙。我深吸一口气，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此时，朱鸟的火焰连珠与雪女的千里冰封在城内交织，硬生生阻断了德宝先锋营的推进。白树一化身女武神，林小雅带着灵宠疯狂输出，柳劳指挥的传承者军团更是凭借着一股悍不畏死的血性，与那些等级略高的德宝士兵站在了一起。让我知道，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我。我闪身来到城门正上方，双目紧闭，双手开始飞速结印。30秒，仅仅30秒的吟唱，对于凡人来说或许漫长，但对于神来说不过一瞬。阵图届时以魔法圣石为源泉，开电影4方，庚金为媒，碧水定风。随着我口中每一句咒语落下，天月城4周的8根阵柱便爆发出冲天的光芒。在那一刻，所有的天月城战士身上都笼罩了一层淡金色的标记，全属性暴涨20，而与之相对的是德宝军队的绝望，他们的动作变得迟缓，魔力开始紊乱，全属性在斩神阵的压制下生生砍掉了一半。大哥，救我！德米勒
勒的长子德尔在乱军中惊恐尖叫，他作为170级的指挥官，此时竟然被我像拎鸡仔一样抓在了手里。而远方那原本意气风发去偷袭矿脉的德米加，此刻正驾着残破的飞艇，浑身是血的逃了回来。是光明圣女族。德米加留下一句话便昏死过去。德米勒惊恐地看着这一幕，他终于意识到，从一开始他就落入了我的算计。林峰，你这杂碎！德米勒狂吼着跳下飞艇，试图亲自动手，但我等的就是他入阵的那一刻。我松开德尔，让他像垃圾一样坠落，我的状态已然达到巅峰。猪鸟，雪女777附体，双攻瞬间飙升至25万，诸天运力，我猛地睁开双眼，瞳孔中惊雷闪烁，斩神！整座天月城剧烈颤抖，虚空中一柄长达80米的碳金色巨刃凭空凝聚，带着审判众神的威压，锁定了德米勒的气息，狠狠劈下。德米勒想逃，但斩神阵的标记如敷补之躯，这一刀他躲不掉，也接不下。